金宇镇本是个为修复游戏漏洞忙得焦头烂额的开发者，好不容易解决难题，却在不经意间发现窗外天空出现诡异黑洞。眨眼间，他竟穿越到自己参与开发的游戏世界，还附身成了人人喊打的反派德库莱因。这个角色不管走哪条剧情线，都注定死亡，身边更是遍布厌恶他的人。但金宇镇怎会轻易认命？他深知游戏的种种设定，决定利用这一优势逆天改命。就在他谋划未来时，原以为只是游戏代码的危机悄然浮现，一场打破虚拟与现实界限的惊险冒险就此开场。在游戏世界中，男人生命垂危，傲慢地说出：“拧动它，如果你想杀了我的话。”那刺入他心脏的剑随之颤动。女人紧紧握住剑柄，一言不发地拧动。男人胸膛扭曲变形，鲜血喷涌而出，却连一丝呻吟都未发出。男人缓缓抬起指尖，触碰女人，在她脸颊留下血痕，低语道：“你依旧如往昔般美丽，且遥不可及。”女人面无表情，心冷如坚冰。正是这些特质当初吸引了男人，让他倾心。他觉得这等美貌配得上为自己生命画上句号，便微微一笑，咳出鲜血，喃喃念出最后的话语：“该死的！”现实里，我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看着恢复正常的屏幕，再次查看角色设置。游戏角色德库莱因，性情邪恶，担任首席教授，初始魔力值3357，天赋等级6级，天赋类型为魔法操控，元素属性为土与火，有6种特质和13种性格特点。德库莱因是游戏中有名有姓的反派，还是中期 BOSS。 因他是关键反派，基于玩家选择会产生众多分支互动剧情线，常出现错误。不过幸运的是，游戏开始仅11小时后，他就被未婚妻刺伤致死，且未出现任何漏洞。我正准备继续玩游戏，刘雅拉叫了我的名字。我转过身，看到即便没化妆，眼睛依然格外大，长发自然闪耀光泽的她。刘雅拉美貌非凡，担任团队负责人，我曾与她交往。她询问测试进展，我习惯性耸肩回应还行。不经意间，我瞥见她脖子上新戴的饰品，嘴角不自觉抽动，问她恋爱生活是否顺利。她回应大概是。我们曾从彼此那学来耸肩的动作，她的回答让我想起之前的传言，心里不是滋味。我们6个月前分手，这并非谁的过错，只是渐渐疏远。我生性懒散，她是天生的工作狂，她的上进心让我能挣到足够钱，过上舒适生活，但最终她无法接受我的性格，我也无法改变。我讽刺地说，希望她能走进婚姻殿堂。她叹气，我还问自己这么说是否小气，她没被激怒，只是让我回去工作，说设置有变动，我可能需要更新建模。我抱怨编剧老是改来改去，看了看时钟，已晚上9点，夜幕降临，我却还远未完成工作。刘雅拉解释，这是游戏魅力所在，越放任德库莱因不管，他会越邪恶，早点解决更容易。游戏难度会根据玩家选择变化。刘雅拉问我是否知道德库莱因的角色模型是以我为原型，我表示惊讶。他称正因如此，他总是游戏一开始就干掉德库莱因。我皱起眉头，看着屏幕上闪烁的该死的，对他说自己只见过编剧2次，他认为编剧可能在公司附近见过我，还说德库莱因和我性格相似。我则提到德库莱因的遗言是：你这该死的贱人，我们哪像了？他让我看游戏闭嘴，并询问测试进展。我把注意力转回显示器，说游戏本身有趣，这款游戏设定在融合14世纪到20世纪文化的奇幻世界，是大型角色扮演游戏，重点在故事情节。这款游戏的精髓在于其难度和剧情会根据玩家的选择而变化。也许正因如此，尽管它是一款单人游戏，但凭借高度先进的人工智能和有名有姓的角色，受到了玩家群体的广泛关注。只要凭借这款主机游戏提升声誉，就能在网上大赚一笔，肯定会成功。但我不喜欢工作室的命运，全系在这款游戏上。刘雅拉让我别担心，说游戏玩法视频在网上引起轰动。我微笑着说这对自己好，意味着有奖金拿。转头看向窗户，说看到等刘雅拉的车。我指着窗外开玩笑，问车里的人是否比我小气。刘雅拉微笑着说他是好人，只是和我类型不同。听到他也说我是好人，我表示放心，虽然仍有点不安，但没之前强烈。毕竟他称车里的人是好人，如果是混蛋我可能更生气。刘雅说要走了，我回应再见，他让我保重。随后他穿着高跟鞋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我轻声说保重。这些他听不到的话，我只是说给自己听，觉得自己有点可怜。我叹了口气，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显示器上。这家伙美术设计师也太狠了吧，这家伙是以我为原型的。6种特质，德库莱因的特质包括威慑力与威严、天才少年、普通法师、意志坚定、审美意识、反派的命运。其中天才少年和普通法师的组合堪称糟糕。德库莱因小时候被称为魔法天才，备受尊崇，然而他其实和其他普通法师没什么两样。由于他的傲慢和贵族出身，他最后养成了极差的性格。他的性格特点有精英主义、
强迫症循规蹈矩，好胜心强，贵族礼仪，敏感专断，故作姿态与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痴迷，无神论等。我觉得这些性格特点不怎么样。德库莱因虽以我为原型，但我没有精英主义、强迫症、故作姿态这些特质，也没资格专断独行。我烦躁地盯着显示器，瞥了一眼特质和性格特点旁边的代码。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偷偷浏览其他特质和性格特点代码。本没打算搞恶作剧，只是随便看看，找点乐子。然后找到了善解人意。我想着，至少德库莱因不应该像我这么小气，就把善解人意添加到他的特质里。接着又添加富可敌国，如点石成金，敏锐的视力，钢铁般的意志等几个独特特质。最后我把看着不错的特质都加上了，但现在弄完，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最好在出问题前把它改回原来的样子。这时一声响亮的提示音，差点让我从椅子上摔下来。公司通讯软件显示，雷恩询问我是否还在工作。雷恩是游戏编剧兼人工智能部门负责人。我回复是的，并表示如果建模有修改需求，我马上改，同时移动鼠标准备删除刚刚添加的特质。雷恩回复说不是关于建模修改，只是等着顺便看看。我停顿了一下，疑惑他所说的看看是什么意思。环顾四周，一个人都没有。我询问他是否在看我，很快他回复带着笑脸表情符号的消息，说不是，让我看看外面。我没多想，转过身看向外面，透过干净的玻璃，天空中闪过一道闪电，它直劈而下，照亮天空，如同人类的血管般刻在空中。我的眼睛瞪大，强烈的光线向我袭来，一阵巨大的震动震撼整个世界，光芒的爆发让办公室陷入黑暗，随后传来的雷声在我耳边轰鸣，轰隆隆。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耶利尔猛地推开房门，看着床上依旧躺着的德库莱因，脸上满是怒容，大声喝道：起来，快起来，你还要睡多久？你怎么还好意思称自己为人？跟在他身后的女仆见状，吓得脸色苍白，赶忙上前微微欠身，带着几分惶恐的语气劝道：小姐，请您冷静一下啊，我明白了。我附身到这具身体已经有几天了，但感觉还是像在做梦。耶利尔指责德库莱因，你还要因为某个女人把自己关多久？你是想让全家人都蒙羞吗？我把文件放这儿了，如果你不想被炒鱿鱼，就赶紧起来干活。自从那天天空出现怪异景象后，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附身到了这具陌生的身体里，到现在已经过去1周了。看来我进入了自己开发的游戏世界，这里有些熟悉的场景让我确定了这一点，而我变成了游戏里最惨的角色，无论如何都逃不掉死亡命运的男人。我成了反派德库莱因。时间一晃，1个星期过去了，德库莱因一直试图弄清楚自己为何被困在这个游戏里，却毫无头绪。他觉得这不是梦，不是清醒梦，也不是虚拟现实。最合理的解释是自己被闪电击中，这里是来世。总之他变成了游戏里以自己为原型的角色。德库莱因，冯·格拉汉·尤克莱恩。德库莱因是游戏中期的一个 BOSS， 无论玩家选择哪条剧情线都会遇到他。他是无数角色父母和爱人的敌人，也是各种事件的起源。我怎么就成了这样一个有名有姓的反派？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出现在游戏的哪个阶段，我只知道自己拥有的总魔力值，却连怎么使用它都不知道。就我现在这样，根本无力反抗。我可不是在开玩笑，在游戏开发阶段，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员工对游戏剧情进行了1000多次测试。德库莱因只在一种情况下活了下来，他确实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反派，其存在就是为了在被干掉之前好好扮演好游戏中期大 BOSS 的角色。在我睡觉的时候留下这份文件的女孩是我的同父异母妹妹，在我缺席的时候，她才是尤克莱恩家族真正的掌权者。耶利尔和德库莱因的关系并不好，耶利尔提到的那个女人大概就是尤利。德库莱因整理着耶利尔扔的文件，想着去上课，目前来说是正确的做法，而且他的视野角落里闪烁着首要生存目标，成为游戏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支线任务，大学授课，存储货币加 0.5， 这些奇怪句子。因为这些系统提示和耶利尔是时候行动了，毕竟耶利尔也是可能导致自己死亡的因素之一，而系统提示中的存储货币在游戏里也至关重要。幸运的是，授课所需的知识、态度或经验对他来说不是问题，毕竟这具身体现在有善解人意这个特质。善解人意的特性是理解一切事物的能力，消耗魔力即可激活。在变成德库莱因之前，我给他添加了这个特质，希望他至少能有点同情心，因为这是游戏后半段才会出现的天生特质，应该有一些隐藏用途。他决定先去洗澡，从床上起来，走进浴室，脱下衣服，打开淋浴喷头。干净的环境、温热的水以及水压合适的喷头都符合他的喜好。浴室和衣服都很陌生，但我用起来却比想象中自然，就好像我原本的自己会觉得这样的衣服太过浮夸，但现在却觉得既优雅又舒适。这也是受德库莱因
威慑力与威严和审美意识特质的影响，一切都在暗示着这就是你的身体。事实上我无法违背这具身体应有的礼仪规范，就连金宇镇会觉得不自在的事情，现在也变得理所当然。随后，德库莱因迈着独特而有规律的步伐，修长双腿流畅的移动，带着无比威严的姿态，在花园里的汽车前停下。仆人唤他游客莱恩少爷。那辆看起来像近现代风格的古董车，是这个世界财富的象征。德库莱因让仆人出发，仆人打开后座车门。德库莱因看到后座上有个小巧迷人的身影，在长袍兜帽下是一张迷人但表情僵硬的脸。对方紧张地递过来一沓文件，问候下午好。德库莱因询问对方是不是魔法师，对方回应已在他指导下学习3年了。德库莱因表示是开玩笑的，优雅地笑了笑，查看文件。他本以为和课程有关，结果发现是从课程开始到结束的详细讲稿。他知道德库莱因不会自己准备课程，毕竟这家伙徒有其表，所以这份讲稿正是他需要的。他赞扬对方干得不错，这让年轻魔法师吃了一惊。他鼓起勇气，又额外赞扬了一句，让对方在到达前先休息。年轻魔法师低下头，几乎像具尸体一样安静，长袍下露出的嘴角微微上扬，显然对赞扬很受用。这是什么奇怪的性格啊！我就表扬了一句，胃里就一阵翻腾。这就是德库莱因的本性，在离开府邸之前我就有感觉了，现在好像我的思想都被德库莱因的性格感染了。大约30分钟后，来到了德库莱因工作的地方——帝国大学。德库莱因走进帝国大学讲课的罗泰奥大厅，边上讲台边说道：“我是德库莱因·冯·格拉汉·尤克莱恩，作为魔法塔的资深教授，我受命进行此次授课。那么我们开始吧。”然而对一些人而言，他外在的完美或许只是虚假表象。一位身着长袍的魔法师低声咒骂：“你这个混蛋！我父亲的仇人！我们终于见面了。”德库莱因，3年前，我的父亲自杀了。他毕生致力于咒语解读研究，在研究论文被人偷走后，遭受巨大打击，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个偷走我父亲论文的人，却以咒语解读天才的名号为众人所知。没错，我说的就是那个该死的德库莱因。但当时我却无能为力。父亲去世后，我失去了一切。曾经身为贵族的我，不仅失去了房子领地，还失去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最后我无处可去。就在那时，我发誓一定要向这个卑鄙小人复仇。从那以后，我日夜不懈努力，终于被德库莱因任教的帝国大学录取。我知道其他学生所不知道的真相，他所谓的咒语解读能力不过是假象，全是窃取我父亲的荣耀。他把我的家族搞垮后，怎么还能如此若无其事？他现在站的地方本应属于我父亲，我真想现在就揭露他的谎言，杀了他。但我现在还得忍住，为了扳倒他，我需要做更多准备。为了实现完美的复仇，请注意，各位，我即将开始讲课。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里魔法塔的资深教授，我被指派为你们的特邀讲师。想必大家能来到这里，对此已经有所了解。魔法大致可分为3种属性和9种类别。属性包括起源，它是魔法的基础；元素是魔法的物质构成，还有材料及施展魔法的媒介。而类别则有召唤灵能、破坏辅助操控、延展附魔协调，最后是专精。因此，所有魔法师都必须专注于适合自己的属性和类别，才能在魔法领域取得成功。这比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这不仅是我生平第一次讲课，而且讲的还是我不熟悉的魔法理论。虽然我只是照着准备好的讲稿念，但似乎对内容了如指掌。威慑与尊严这个特质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而精英主义特质则让我不会因为被众人关注而感到局促。我非但不觉得有压力，反而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德库莱因的这些特质居然让他成了一个合适的教育者。魔力根据储存在身体不同部位有不同的使用方法。通常情况下，魔法师会把魔力储存在大脑中，因为在大脑里更容易想象咒语的样子，而骑士则会把魔力储存在心脏，也就是那个为全身供血的器官里。最后，丹田是最适用于所有人的魔力储存部位，因为它是人体内外能量交织最频繁的地方。我想说的很简单，努力固然重要，但如果天赋不足，谨慎选择和专注同样必不可少。这对德库莱因来说真是恰当的建议。实际上，德库莱因这个角色并没有那么有天赋。虽然这家伙目前的魔力值是3375，但有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初始魔力值就超过3万。德奎雷因本人最该放在心里的话，自己亲口说出来。真可惜，虽然是剧本，当读到讲稿最后一部分时，德库莱因心生厌烦，停顿片刻，琢磨着原来的德库莱因看到这部分内容时是否也会犹豫要不要读出来。随后他问道：“最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礼堂里一片寂静。德库莱因松了口气，正准备转身离开，突然一位身着长袍的魔法师举手站了起来，未等德库莱因开口，便抢先说道：“德库莱因教授，昨晚在魔法师宿舍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咒语，有人怀疑这是恶魔的杰作，您怎么看？”
德库莱因出于贵族本能，虽内心不安，但表面优雅的立刻打断他：“你是这所大学魔法塔的成员吗？如果是，按照惯例，你应该先说出自己的名字和所属机构。”魔法师刚要回答，我的名字是……德库莱因再次打断：“太晚了，我不会回答一个没有礼貌的人的问题。”魔法师涨红了脸，德库莱因有些愧疚，可使用理解属性消耗魔力值太多，仅讲这堂课就已消耗约1300点魔力值，解读新咒语需更多魔力，他不想太累，且此时已感觉有些头晕，于是宣布下课。魔法师独自站在礼堂中央，遭到众人嘲笑。德库莱因整理褶皱的西装袖口，穿上外套，扣好扣子，收拾好讲稿，动作自然流畅，如波浪般走下讲台。此时那魔法师大声喊道：“可是！”他用魔力画出一个咒语，让其漂浮在空中，继续说道：“目前，魔法塔把这件事当作传闻，拒绝解读这个咒语。鉴于德库莱因教授您的声誉，我本以为您能够迅速判断出这个魔法的类别。”德库莱因默默盯着他，惊讶于他的大胆，毕竟多数人都对德库莱因这个角色心怀畏惧，而且魔法师展示的咒语确实奇怪，不像通常魔法阵由直线或曲线构成，反而像几十条相互连接的活生生的寄生虫。德库莱因一看到这个咒语，理解属性便不由自主启动，他的视野瞬间变成蓝色，思维和计算速度加快，时间仿佛变慢，甚至能闻到脑干因过度使用产生的灼热感。但这一切只持续了1秒钟，魔力值便大幅减少，从3375点降至360点。魔法师继续说道：“有几个新手留在宿舍分析它，但一直没有进展。如果您至少能给我们一点提示。”德库莱因回答：“不需要提示，也不需要其他什么。这是一个附魔类别的屏障魔法，看来有人想困住你们。”魔法师满脸困惑，德库莱因没有回头，直接离开了礼堂。画面一转，在校园食堂里，埃弗琳一边叹气，一边戳着自己的蛋包饭。他曾试图在课堂上让德库莱因难堪，因为他知道德库莱因的咒语解读能力是欺诈得来，本属于他父亲。他原以为毫无准备的让德库莱因解读新咒语，他会惊慌失措，但成为德库莱因的目标有风险。结果他反被羞辱，就因为没报出自己的名字。德库莱因在全班同学面前让他出丑，这让他意识到德库莱因不可轻视。那些嘲讽的笑声仍在他耳边回响，不过他也有收获。他冷笑，想起德库莱因说那个神秘咒语是附魔类别，觉得他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不足。附魔魔法是最难的魔法类别之一，需要大量魔力，迷惑和扰乱人的感知，效率极低，且大多需要媒介，没有媒介几乎不可能施展。所以他认为德库莱因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这时，上周和他一起参加新生魔法师培训的同学喊着他的名字朝他走来，同学称多亏了他弄明白了昨晚宿舍门口的魔法咒语。埃弗琳很困惑，因为他什么都没做。同学解释说，他向德库莱因教授问了这个问题。埃弗琳更疑惑了，他只是想刁难德库莱因，并非真的询问。同学表示，大家都不敢问德库莱因，觉得他很勇敢。埃弗琳震惊地确认，那个魔法真的是屏障魔法。同学称，当假设它是屏障魔法，重新构建咒语时完全吻合，还惊叹德库莱因厉害，好奇他怎么在无媒介情况下就知道是附魔魔法。埃弗琳惊得说不出话。同学接着说，很快要提交研究报告，会把他的名字写上去。埃弗琳先是推辞，然后同意了。埃弗琳认为德库莱因只是运气好，瞎猜才对的，也无奈德库莱因的声誉反而提高了。埃弗琳不愿接受现实，从背包里拿出一张纸，那是魔法塔一位教授为即将到来的学期写的课程大纲。课程是理解元素魔法的属性，等级为仅面向初阶魔法师的高级课程，5学分。教授是德库莱因·冯·格拉汉·尤克莱恩。虽然他的魔法属性不是元素类，但他认为元素魔法是所有魔法的基础，且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说，所以没有理由不上这门课。他盯着课程大纲，咬牙切齿地表示，让德库莱因等着。德库莱因走出教室后，系统显示支线任务完成，大学授课，存储货币加 0.5， 主人公急需上厕所，正急切地寻找卫生间。这种反应表明他并非真正的德库莱因，尽管受德库莱因一些性格特点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依旧是金宇镇。下腹部的绞痛源于此前未察觉的累积精神压力，即便内心焦急万分，他外表仍保持着模特般完美的步伐，不露声色地寻找着。突然他看到走廊另一端站着一位女子尤利，她有着柔顺的白发和如冰般澄澈的双眸。金宇镇朝尤利走去，尤利站在原地未动。当两人近到伸手可及时，金宇镇率先停下，尤利率先低头打招呼，称好久不见。金宇镇回应后，尤利询问他过得如何，这是金宇镇无法回答的问题。尤利接着质问他是否记得1周前许下的承诺，称他违背了承诺。金宇镇因对此一无所知而沉默。
点头后试图从他身边走过，因为他真的急需上厕所。尤利往旁边跨一步，挡住他的去路，然后说道：“我们做个约定吧，如果你坚守诚信，坦白你至今为止所犯下的所有谎言和欺骗，哪怕这个世界崩塌，我也会永远和你在一起。”金宇镇无奈之下询问许了什么承诺。尤利的愤怒让他脊背发凉，因受贵族礼仪束缚，金宇镇虽后背又痒又热，却不能挠，只能尴尬地解释自己可能因发烧生病忘了。尤利无奈叹气，带着轻蔑、悲伤和失望让他离开。金宇镇从他身旁走过，即便走开，仍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德库莱因和我订婚是为了政治稳定。德库莱因是一位杰出的天才魔法师，而尤利是一位天生拥有非凡才能的骑士。他的才能将被铭记数个世纪。如果这两人和谐相处，无疑会是一场对政治和血统都有益的联姻。尤克莱因家族和弗雷登家族的贵族们，没有人反对这场会增强两个家族实力的婚姻。没关系，这只是我的家族职责，即使我从未对他有过爱意。在某个时候，两个家族还是发现了真相。德库莱因所有的才华不过是伪装，他拒绝接受自己的真实面目，欺骗世界，自称是咒语解读的天才，成为了魔法塔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教授。但在某一事件之后，他曾经辉煌的成就戛然而止。即便如此，尤克莱因家族和弗雷登家族还是隐瞒了此事。这两个名门望族都不想成为人们的谈资，由于他们与政治世界紧密相连，他们承担不起暴露自身缺陷的后果。然而，我无法原谅这种情况。我可以忍受无爱的婚姻，但我不能容忍欺骗整个世界。这是我作为一名骑士的信念。尤利认为德库莱因必须改正错误，可他如今违背承诺。尤利决定自己结束这段不幸的婚约，他们的关系即将走到尽头。画面一转，我朝着德库莱因的工作地点魔法塔走去。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款游戏里，排名最高的大学是帝国大学，而魔法塔则是其最负盛名的院系。打个比方，魔法系就好比首尔国立大学的医学院，而魔法塔就如同首尔国立大学医院。走着走着，我突然注意到有人紧紧跟在我身后，脑海中闪过这可能是个刺客的念头，但后来发现只是那个从坐车时就陪着我的魔法师。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这个魔法师一直低着头，把脸藏在长袍里。我询问他是否叫佐罗，他急忙否认，称自己叫艾伦。我表示搞混了。来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时，桌上一份类似签名簿的文件引起了我的注意。艾伦告知我，这是今年获得资助的见习魔法师名单。我一看内容，很快就明白了，在这个世界里，魔法塔类似现实中的研究机构，研究资金至关重要。魔法师们不仅需要巨额资源开发魔法，还得用于基本生活、训练及自身提升。我浏览名字时，注意到一些名字闪烁着金色光芒，本能意识到这些是有潜力带来收益的名字。这很可能得益于我拥有负伤和敏锐眼力这两个属性。接着我继续看下去，发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埃菲琳·露娜17岁，属性为物质系，类别是破坏与辅助系，资助金额却为50万分之0。照片上的她有着浅灰色头发和翡翠色眼睛，眼中满是不满，直直盯着前方，美丽却不失野性。我记得公司里有人说过，她和德库莱因有着深仇大恨，显然与她父亲有关。我向艾伦询问为何露娜没有获得任何资助。艾伦一开始没听清，我重复名字后，他表现出畏缩，解释说魔法塔的其他教授和赞助商们因为德库莱因而小心翼翼。我摸着下巴陷入沉思，想到露娜是德库莱因的敌人，而我若按原来游戏的情况发展，最终也会在某人手上遭遇同样命运。就像游戏中德库莱因以各种方式死亡，无论被剑魔杖剑刺穿心脏，还是中毒遭受炸弹袭击，死亡事实从未改变。所以我需要做出不同选择，那些原本德库莱因永远不会做出的选择。思考一会儿后，我勾选了几个名字，但把赞助商名字设为匿名，因为暴露真实身份并被发现会带来负面后果。之后我让艾伦离开去做自己的事，艾伦迅速回应后离开，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信。我把椅子转过来，望向窗外，从魔法塔顶层看到的景色美极了。我轻声低语，为了生存需要很多钱，我拥有的钱越多越好，为延长寿命得尽可能存钱。在众多敌人中，有些可用钱解决。幸运的是，凭借属性投资有潜力的魔法师能保证获得数倍回报。即便如此，我也开始思考赚到钱之后该如何前行。毕竟讨厌我的有名有姓角色数不胜数，他们随时可能带来死亡。为在与他们的对抗中生存下来，我意识到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具备的特质。德库莱因虽然无法像他自认为的那样操控4大元素，但他确实拥有操控土元素和火元素的能力，并且在操控魔法方面也有一定天赋。此外，我还为这具身体添加了点石成金属性。正因德库莱因具备用魔法操控金属的能力，他才能施展飞星剑。当然，
我们称之为飞星剑，但实际上它就是运用了念动力。虽然念动力属于非主流魔法流派，不过其不足的威力可以通过所用金属的品质来弥补。然而，为了真正充分利用这些能力，我需要学习操控，这是一种操控物体的方法。那么，我来试试吧。关于基础操控的咒语，全都涌入了我的大脑。真没想到，曾经只在角色设定里看到的能力，现在居然真的能这样使用。虽然这只是基础能力，但刚学会就能达到这种效果。如果学会高级念动力，我应该就能接近我想要的实力水平了。现在我该怎么利用这个能力呢？要是把整个魔法阵刻在我的身体上会怎样？在这个世界里，魔法阵越大，威力就越强。那样的话，我可以运用理解能力去理解我的身体，不再仅仅把魔法阵刻在大脑和心脏上，而是将其刻在我身体的每一处，以此来强化念动力。当然，这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不过多亏了钢铁之躯这个特殊属性，这具身体能够承受这些副作用，也只有我才能做到这一点。我还剩下大约800点魔力，只是测试一下的话，这些魔力应该足够了。我激活了领悟力，让我的魔力在我的整个身体中流动。剧痛席卷我的全身，骨头仿佛在粉碎，肌肉也在撕裂，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剧痛。然而我没有动摇，甚至没有发出一声喊叫，这就是贵族的尊严。魔力急速减少到1，一阵强烈的疲惫感袭来。我因为魔力不足而失败了，不过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我的肩膀上刻上了一个魔法阵，照这样的速度，在我全身刻满魔法阵，大约需要2周时间。画面一转，来到1个月后，大学魔法塔，德库莱因把第1堂课变成自习课。埃菲林惊讶地发现，教室看起来更像宽敞的体育馆，而非普通讲堂。天花板极高，地板上散落着水井、树木、泥土等各种东西。其他魔法师看起来既惊讶又觉得有趣。一个学生指着场地中央的指示牌，上面写着教授想在第1堂课评估大家的能力，这里充满各种元素，大家可以自由使用能掌控的东西。埃菲林皱起眉头，走进确认内容后，心中暗想，他当然会这么做。那个不负责任的人居然第1堂课就只留下一个指示牌，让大家自学，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突然，思考中的埃菲林撞上了另外一个女人，接着埃菲林看到撞到的女人，一时愣住，说不出话。这个女人是西尔维亚·冯·约塞平·伊利亚德，出身于最高等级的贵族阶层，来自帝国最负盛名的血脉之一。他看到西尔维亚看他的眼神充满不屑，便嘟囔着抱怨，然后费力地收集金属碎片。他激活魔力，手镯发出蓝光，一座小小的、形状不太规则的塔升了起来。他对这次展示还算满意，打算把它做得更大。埃菲林不喜欢西尔维亚，这源于他们家族之间由来已久的深仇大恨。10年前，埃菲林不到8岁时，伊利亚德家族族长吉尔西昂率领领地军队包围了他家宅邸，把他的家人当做麻烦的垃圾对待，还骂他们低贱。只因他家的天赋，尤其是他父亲的能力，让对方家族感到恐惧。然而，西尔维亚只是瞥了埃菲林一眼，就径直走进教室，面无表情，仿佛根本不认识他。可这时，他做的塔突然缩小并被吸走，原来是西尔维亚在吸收这些材料制作雕像。埃菲林走近质问，西尔维亚称以为那是废铁。埃菲林怀疑西尔维亚装不认识自己，还嘲笑他是不是害怕被超越，竟自己中断7年魔法学习，才学了3年。而西尔维亚一直有高级魔法师的精英训练。西尔维亚表示不知道埃菲林是谁，但知道他父亲，还称他父亲是傲慢的冒牌贵族，听说已经死了。埃菲林听到这话，理智瞬间断裂，手镯蓄满魔力，伸手向西尔维亚，魔力汇聚成一个光环。有人大喊提醒西尔维亚，西尔维亚轻松化解了攻击。埃菲林愤怒地骂着脏话，还卷起长袍袖子。西尔维亚指责他放肆。埃菲林反问他，难道不知道在魔法塔里头衔没用，还挑衅说要不要见识更放肆的。接着埃菲林猛地抓住西尔维亚的头发，西尔维亚威胁他再不放手就砍了他的手腕。埃菲林回应有种就砍。西尔维亚沉默。他们激烈的对话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在意，相反，一个学生大喊让大家看那边，众人被别处的骚乱吸引。埃菲林和西尔维亚转头看去，发现他们魔力碰撞之处出现一个空洞，正在吸收周围的东西，里面的东西被嘈杂地研磨着，金属被烧得通红。有人喊着要爆炸了，大家快跑！魔法师们匆忙构建防护屏障。随后一阵金属扭曲的声音传来，接着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埃菲林躲在手镯施展的防护屏障里，默默数着秒数。然而预期中的冲击并未到来，他惊讶地发现一片尖锐的金属片悬在眼前，周围到处都是被炸飞后悬浮在空中的金属碎片，就像失去了重力。就在这时，一个如冰般尖锐的声音响起，命令大家不许动，待在原地。随后原本悬浮在空中的金属碎片在德库莱因未动一根手指的情况下两两配对，排列成型，优雅地漂浮着，最后整齐地堆在他身后。
众人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声，就连讨厌德库莱因的埃菲林也不禁赞叹他的魔法优雅且堪称艺术。德库莱因宣布下课，让引发骚乱的人留下，其他人可以离开。在他严厉又愤怒的注视下，大家都低下了头。埃菲林意识到自己闯祸了，画面一转，在魔法塔冰冷的地下室里，空气仿佛能穿透肌肤。这里是纪律委员会的审讯室，7个座位上坐着执行学院规定的委员们，而等待惩罚的埃菲林和西尔维亚坐在看不见的玻璃另一侧，忐忑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委员会主席询问那2个人打架的原因，我表示还不知道，因为自己没问。这场冲突由他们之间的矛盾引发，由于西尔维亚是伊拉德家族的继承人，而埃弗林只是名义上的无地贵族，纪律委员会的裁决结果相当可预测。而我眯起眼睛仔细观察埃弗林身上那股红黑两色像不祥蒸汽般弥漫开来的奇怪气场，若猜测没错，这是只有通过敏锐视力特质才能看到的现象，是反派的命运特质的表现。全世界都希望他死，然而那些是杀不死他的，会让他变得更强。如果我没能改变结果，死亡就会离我更近。此时纪律委员会准备开始对新晋魔法师埃弗林和西尔维亚的审议。纪律委员会的审议一开始就很激烈，雷林大声斥责在教室里打架且用魔法的行为，称要不是德库莱恩首席教授干预，可能有人受伤。他询问打架原因，埃弗林斜眼瞥了西尔维亚，因西尔维亚侮辱了他父亲，但有德库莱恩坐在雷林旁边，埃弗林什么都不能说。即便德库莱恩不在，他也不想谈论父亲，不想以此作为逃避惩罚的借口，所以回答不能说。灵气的脸都扭曲了，质问埃弗林是不是在耍他，随后又问是不是出于嫉妒才打架。埃弗林闭紧嘴巴，低下了头。雷林转而询问西尔维亚，西尔维亚称在课堂上不小心弄坏了埃弗林的作业，继而引发争吵。雷林听后指责埃弗林就因为这点事闹出这么大动静，还说他是个无名小卒，可能有情绪管理问题。埃弗林握紧拳头，嘴里尝到血腥味。委员会主席随后询问德库莱恩的意见，毕竟这是他的课。德库莱恩的目光透过玻璃射向埃弗林，埃弗林心跳加重，只能听天由命。德库莱恩却转而询问西尔维亚，问他对这种情况是否有责任，这让埃弗林感到意外。原本以为德库莱恩会把怒火发泄在自己身上，现在却质问西尔维亚。德库莱恩称西尔维亚本可以阻止这种情况，质疑他是不是在等魔力爆炸伤到其他人，或者他那备受期待的能力就只有这点水平。西尔维亚承认自己本可以阻止却没有，还表示想让埃弗林的错误看起来比实际更严重。埃弗林对此感到惊讶，不明白西尔维亚为何这样说。雷林急忙插嘴，称自卫的人没错，错的是先攻击的人。德库莱恩微微转头瞪着雷林，称若剖析事情先后顺序，怪自己这样安排课程，反问雷林是不是想怪自己。之后委员会主席表示不会处罚埃弗林和西尔维亚，称孩子们在打架中成长，但下次不会轻饶。西尔维亚听后突然站起来，头也不回地离开，而埃弗林呆呆地透过玻璃望着纪律委员会的教授们，起身离开。埃弗林回过神来，大声喊等等，表示有话要问德库莱恩。德库莱恩发出一声微弱的几乎听不见的笑声，称原来当时在讲堂里的是埃弗林。埃弗林颤抖了一下，感到恐惧，但还是表示有问题想问。他想问德库莱恩是否还记得露娜这个姓氏，是否认识他那在其压迫下痛苦一生，3年前含恨自杀的父亲。然而埃弗林犹豫时，德库莱恩打断他，称没必要问了，还说他是一颗宝石，别浪费天赋。说完便离开。埃弗林没能拦住他。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埃弗林思考德库莱恩的话，确定他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父亲，认为这是德库莱恩因对他父亲的死感到有点责任而给予的怜悯。埃弗林感到愤怒复杂，也因无法拒绝这份怜悯而难过困惑，但最后又感到解脱，觉得德库莱恩知道这些就够了。他擦去眼角的泪水，用力揉了揉发红的鼻子，然后离开了审讯室。开车的父亲亲自掌控方向盘，西尔维亚坐在副驾驶座望向窗外。格利西昂询问西尔维亚是否故意为之，西尔维亚静静点头。格利西昂表示明白，称对方或许有天赋，但已为时已晚，并回忆起10年前学院入学考试当天，伊利亚德领地天赋测试中发现2位极具潜力的大魔法师苗子，其中一位是西尔维亚，另一位是来自伊利亚德家族远房分支关系疏远的露娜。2人天赋出众，竞争随之产生。魔法领域的巅峰不朽的等级是永恒，他们是超凡的存在，连皇帝都不能轻易招惹。达到那个境界的人被称为大魔法师，并被铭刻在大陆历史中。按照传统，同一时代只能有3位大魔法师，这与类别或属性无关，这只是魔法领域不成文的规定。除了当时已经达到永恒等级的德玛坎，还有2个空缺职位。魔法塔的女主席阿德琳是其中一个职位的有力竞争者，所以西尔维亚，伊利亚德家族的女儿，
和埃弗琳、露娜家族分支的女儿，别无选择，只能竞争最后一个名额。我们伊利亚德家族以家族间的紧张关系为借口打压了露娜家族，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这样我才能成长为大魔法师，而不是埃弗琳。随后，格利西昂提醒西尔维亚要小心德库莱因，称其小时候是神童，虽然他现在停滞不前，他随时可能重新崛起。西尔维亚表示自己知道，德库莱因已看透一切，让他陷入困境。当时我肯定消除了埃弗琳用来攻击我的魔力，接着我设下了一个陷阱咒，只会对埃弗琳、露娜的魔力做出反应并爆炸。如果事情升级，埃弗琳受到的惩罚也会更严厉。然而，德库莱因看穿了我的把戏，我甚至在确保演讲厅内没有魔法监控后才实施计划，但他没有说西尔维亚，那是你做的，用我没有阻止这件事为借口让我妥协。我知道你做的事情，顺从我，我只能接受他的威胁。我原以为他只是个对自己的天赋过于自信的傲慢之人，但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几天后，德库莱因的宅邸，管家罗伊敲门询问是否准备好参加社交活动。我回复马上下去。不出所料，在纪律委员会会议上，站在埃弗琳那边是正确的选择。我成功消除了死亡变量，还获得了一些商店货币。我从未想过提出那个问题的新人会是埃弗琳，但他那时肯定就对德库莱因怀有敌意。当然，这可能也会导致西尔维亚对我产生敌意，但我得先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也没办法。上流社会的活动，我真想尽可能避开他们，但我不能错过获取商店货币的机会，因为我至少需要5个商店货币才能进入商店。我就悠闲的去看看聚会上会出现的一些有名有姓的角色吧。很快到达位于首都最繁华地段海莱西市中心的宏伟城堡，这里是贵族社交场所。司机打开车门，瞬间众人目光投向我，训练有素的服务员团队向我打招呼。人群中，我发现冒险者加内莎这个关键有名字角色，他实力超强，初始战斗力排名第5，留着红色长发扎成双马尾，表情烦躁尖锐。虽厌烦社交活动，周围有很多人，我还是决定鼓起勇气去接近他。就在我正要鼓起勇气去接近加内莎时，有人挡住了我的去路。此人声音极为做作，身上的香水味也浓得刺鼻。一个有着金发蓝眼、面容英俊的男子站在我面前，他虽比我矮，但散发着强大的魔法气息。我认出他是伊尔海姆，他们曾经关系亲密，但自从德库莱因获得资深教授职位后，他就开始公然怨恨德库莱因。伊尔海姆向我打招呼，称好久不见，还询问我教学和研究进展，提及听说我第1堂课出了事。我回应已经解决。伊尔海姆接着故作担忧地说，最近有些粗人质疑我的声誉，还说热切期待我伟大的魔法研究成果，猜测我在潜心钻研，以取得重大突破。尽管这都快3年了，他还假惺惺地表示，若我的重大研究太复杂，找不到突破点，需要帮忙，尽管开口，他会立刻帮忙。言语中满是讽刺。这种挑衅对原来的德库莱因或许有用，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他说的也没错，伊尔海姆提到的传言基本是真的。我越过他的肩膀寻找加内莎，发现他不见了。伊尔海姆继续说，若我继续高高在上，傲慢无礼，这世上没人会欣赏我，还说在贵族社会失宠是常有的事，我应该放弃荒谬的纯元素创造研究。我的后脖梗发热，因他导致我错过了加内莎。而他还说个没完。我朝他走近一步，让他别多管闲事，赶紧滚，还称他为烂奶酪。他听到后结结巴巴，我留下他快步离开。摆脱伊尔海姆后，众多贵族像早就等着似的，一窝蜂围过来。这就是我不想来参加社交聚会的原因。于是开始寻找没人的地方。走上安静的3楼后，我靠在走廊窗台上喘口气。这时加内莎叫我的名字，我转身看到她很惊讶。加内莎睁大眼睛走近我，问我在这儿干什么。我面无表情的回答迷路了。她以为我在开玩笑，觉得我是在找她。加内莎站在我旁边，我斜眼瞟她，她误以为我在瞪她，微笑着双手合十，为之前的任务道歉，说退还了预付款和罚金，请求我这次放过她。见我没说话，她撅嘴鼓腮，双马尾晃来晃去，接着说在群岛看到一个我找的极具天赋的女孩，虽不能肯定是魔法天赋，但那女孩非凡，还表示很抱歉没把女孩带来，因为对女孩产生感情，没法交给我。原来她是这个意思。德库莱因之前打算故技重施，他试图利用有天赋的孩子来弥补自己的成就不足。加内莎问我打算这样生活多久，我没回应。在我附身德库莱因的身体之前，这个人接受那些对他没用的人的奉承，背叛身边人的信任，还为了自己的名声伤害了很多人。我对他说从现在起打算换种活法。他很意外，说以为我会派人杀他，还说专程来看我，因为好奇。我没派刺客追杀他，我为什么要现在杀他？以他的实力，那简直是找死。我不知道原来的德库莱因会怎么做，但加内莎是个有名有姓的角色，他一根头发就能杀人。他的特质包括著名的全能大师和坚不可摧。德库莱因大概没派人
去暗杀加内莎，是因为我附身了他的身体。如果他派人了，他现在早就死了。我迈开脚步朝楼梯走去，他在身后问：能否相信我不会计划暗杀或把他驱逐出工会？我表示那样有失身份，然后继续往前走。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后脑勺上，听到他嘟囔：我是不是吃坏东西？就像加内莎说的，以尤克莱因家族的势力，我可以通过冒险者工会对他施压。然而如果事情搞砸了，可能会引发死亡变量，此时触发了反派命运，死亡变量已避免，获得奖励商店货币+1。我对这突然的触发感到惊讶，意识到刚刚和加内莎的对话被视为一个死亡变量。画面一转，尤利表示一开始就不想来这儿，瞪了雷利一眼后，又把注意力转回巧克力喷泉。雷利小心翼翼地问尤利：最近过得怎么样？尤利询问什么意思？雷利提及和德库莱因教授有关，说最近有很多传言。尤利表示糟透了，声音不大但清晰。就在这时，德库莱因出现在2楼楼梯上。雷利惊讶地说：他还是那么英俊，33岁了却不见老。德库莱因以往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社交活动，以彰显尊贵，今天却已穿上外套，朝着出口走去。贵族们呆呆地看着他这奇怪举动。他庄重的脚步声在大厅回荡，众人心中疑惑，他为何这么早离开？是否因为尤利？德库莱因离开房间后，喧闹过后，只剩巧克力喷泉的声音。他一直没回来。他的突然离开和尤利最近的言论交织在一起，引发了派对上愈演愈烈的流言蜚语。此时显示支线任务已完成，参加社交活动新年之花，获得商店货币加 0.5， 当前商店货币为 4.5 枚硬币。距离我参加新年之花社交活动已经过去2周了。从那以后，除了练习记忆魔法和基础心灵遥感之外，我开始锻炼身体耐力，因为我之前体能方面有所欠缺。这是因为几天前我尝试了一些大胆的举动，差点丢了性命。要是我是个普通魔法师，肯定就死了。我觉得多亏了钢铁之躯这个特质，我才挺了过来。在和加内莎相遇之后，我想要变得更强，于是尝试在之前已经铭刻的心灵遥感魔法上加入火焰掌控，以此来强化我的金属操控能力。这是一种升级方式。我将咒语的核心转移到心灵遥感上，这样可以缩短学习魔法所需的时间，让我更快变强。然而我发现它虽然有益处，但也同样危险和冒险，因为它对身体造成的负担太大了。因此锻炼身体和提升魔法能力变得同等重要。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晨练的习惯。第二天，我一大早就来到了大学的魔法塔，坐在办公椅上。这时艾伦双手拿着信封进来，说魔法塔刚送来一封信，这是来自魔法塔的官方消息，更确切地说是来自教授资格审查委员会。6个月后将举行一场听证会，审核资深教授德库莱因的研究进展，请届时准备好所有相关材料。有审核听证会这一事实表明，在我穿越过来之前，德库莱因的研究就已经停滞不前了。这种情况对我很不利。如果教授这个身份是完成任务的前提条件，失去这份工作可能意味着我失去回到现实世界的机会。我希望至少在德库莱因的实验室里能找到有用的东西。我来到德库莱因的私人研究实验室，这里看起来真是一团糟，好像已经被遗弃了一段时间。如果德库莱因经常来的话，实验室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看到地板上一块瓷砖冒出金色气泡，用魔法翻开瓷砖，发现下面是又硬又干，像盖子的粪便。清理污垢后，看到下面有个又旧又破的公文包。打开公文包，看到里面有一捆加密的文件，所有东西都是用密码写的，好像是为了隐瞒研究内容。用领悟属性破解密码，魔力迅速消耗。文件内容显现时，金色光芒耀眼。富豪和敏锐视力这2个特质对他的反应如此强烈，这肯定是一项了不起的研究。然而这项研究并不完整，有些页面被撕掉了，还有些部分是空白的。在这部分，理论完全错误。尽管有这些缺陷，但如果富豪特质有这么大反应，这项研究肯定不简单。公文包角落有个磨损的吊坠，里面夹着一张父女合影，认出孩子是埃弗琳·露娜，猜测这是露娜对德库莱因心怀怨恨的原因。我心生复杂情绪，想着凭借领悟能力完善研究，完成论文，会把相关人列为共同作者。随后把文件和吊坠放进包离开实验室。与此同时，新入学的魔法师学生们在校园咖啡店光与咖啡聊天。茱莉亚表示，这一届只有30个平民，不团结可能受不公正待遇，询问埃弗琳是否加入。埃弗琳被突然邀请，吓一跳想拒绝。茱莉亚重重放下咖啡杯，坚持让他加入，还提到埃弗琳顶撞西尔维亚的事。埃弗琳苦笑着，因大吵一架后消息传开，自己被塑造成平民代表。费里特嘀咕，成立社团需指导教授同意，教授们不喜欢抱团。茱莉亚表示认同，大家想成立平民社团，但得到教授批准困难。费里特提议找雷林教授，茱莉亚摇头说他只偏袒贵族，平民投诉不理睬。隆多小声说
德库莱因教授显然不可能。埃弗琳微微颤抖，心中暗想：求你们别完成，求你们了。茱莉亚突然想到德库莱因，称他对贵族和平民一视同仁，都不理睬算公平。埃弗琳想离开话题，但因想吃东西走不了。大家因他曾受德库莱因帮助，认为德库莱因看上他了，让他去问。埃弗琳否认并解释：我不这么觉得，他看起来不是那样的人。心中暗想：事情发展的有点奇怪了，我真的不想和他有太多接触。埃弗琳想到这里，撒腿跑出咖啡店。茱莉亚拿着提案追了出来。茱莉亚抓住埃弗琳的手，正在拉扯中，突然看到茱莉亚脸色一变。埃弗琳一愣，不安地抬起头，看到那人穿着剪裁完美的西装，贵族领带，有金色徽章，整齐衣领，轮廓分明的下巴，最后看清是德库莱因。他正低头用冰冷锐利的目光看着自己，这目光差点让埃弗琳吓昏过去。他的同学早已不见踪影，悄悄溜走。德库莱因让他让开，这反而坚定了他的决心。他觉得本不该是自己让路，而应是德库莱因。埃弗琳咬着嘴唇，抬起头，紧紧握住手中的纸，本想用一只手递，却非常礼貌地举起了双手，向德库莱因表示自己想成立社团，需要他作为指导教授签名，还保证不会打扰他。只因其他教授不认可平民社团，所以需要他的签名。在德库莱因高深莫测、令人压抑的威压下，他伸出的双臂微微颤抖。德库莱因在纸上签了名，接着将纸递回给他，并让他把所有细节填好后送到自己办公室。德库莱因没再说一句话，便从他身旁走过。他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德库莱因远去，身影逐渐变小。此时，躲起来的同学现身，对他拿到德库莱因的签名表示惊叹，还提及德库莱因对贵族和平民一视同仁的无视。下午3点，魔法塔 A 班教室气氛紧张。德库莱因讲解元素是所有魔法的基本属性，仍然有很多魔法师未能理解魔法类别和纯净元素之间的区别，还举例说明创造火焰是纯元素表现，使用火焰施展破坏魔法属于元素魔法，并表示要教大家一个魔法。德库莱因打个响指，教室灯熄灭，黑暗中出现赤焰。这个纯元素魔法中最难的咒语，这就是你们今天要学习的咒语。德库莱因以前的课不过是他仗着教授的身份在炫耀，但金宇镇讲的课却是一场精彩的魔力运用展示。他以富有创意的方式拓展了那些精英人士对于相关知识的理解。对于那些因为自身天赋异禀而对学习的乐趣感到陌生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比如西尔维亚就是这样。德库莱因接着说，如你们所知，这是创造水的魔法阵，然而如果把它的线条添加到火的魔法阵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它在流动，火焰像水一样在流动，简直难以置信。这堂课凝聚了太多的理论知识。那些被称为天才的魔法师大多凭直觉操控魔法，所以理论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束缚的牢笼。如果所有魔法师都严格遵循理论，所有的咒语都会被困在固定的框架里，不断的被重复复制。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过于关注理论，会减少学习实际魔法的时间。通过理论来理解所有魔法是一种低效的方法，只会阻碍魔法师的训练。这就是魔法的矛盾。最后要成为精英，需要出色的直觉，但精英们却无法向他人解释自己的直觉。对于这个自身天赋都备受质疑的人来说，能讲出这样一堂理论性的课，简直难以置信。下课后，埃弗琳拖着步子走到宿舍门前，看到门上满是红色涂鸦，上面写着诸如你以为你是谁，竟敢反抗他，滚出魔法塔蠢货等话语。显然是西尔维亚的粉丝用马克笔所写。埃弗琳咂了咂嘴，用魔法擦掉涂鸦，打开门发现地上有个信封，里面是一张大学魔法塔的赞助证书。他起初觉得这可能是有人恶作剧，毕竟自己被伊利亚德家族和德库莱因家族盯上，没人会傻到赞助自己。但证书看起来详细，不像是伪造。他怀疑对方连印章都伪造了，决定去举报，想着至少能得些奖励。埃弗琳来到宿舍附近的魔法管理办公室，向柜台职员举报有人伪造赞助证书给自己。职员停下打字，询问相关情况后表示查看一下。埃弗琳还询问举报是否有奖励，得到否定答复。3分钟后，埃弗琳震惊地走出办公室，手中仍拿着那张赞助证书。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反复确认，扇了自己一巴掌，感受到疼痛，才确定证书上的10万埃尔内是真实的。突然一阵微风吹过，他紧张地环顾四周，将证书塞进外套，担心被人看到自己有这么多钱，遭小偷惦记，便打算赶紧去银行。可没走多远，他因激动的胸口发紧，蹲在路边，将脸埋在膝盖，咬紧牙关，试图忍住情绪，却失败了。一种复杂的，既不像哭声也不像吼声的声音在街道回荡。他在那儿努力抑制着难以忍受的抽泣。画面一转，在宜人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到了竞拍雪花石的日子，我来到了商业城市卢腾珍宝阁拍卖行。我终于能得到一直寻觅的东西了。当我开始将心灵遥感作为主要技能时，我就意识到我需要弥补自己天赋上的不足。
我现在用的真爱物品是由木钢制成的，但那只是权宜之计。我真正需要的东西，今天将在这里拍卖。随从引领我们通过贵宾通道进入等候室，并表示到时候会亲自护送我，让我现在随意休息。意外看到熟悉的尤利，他有着引人注目的灰黑色头发和神秘色调，穿着白色轻甲。尤利看到我后，迈着骑士般稳健的步伐走来。他先开口说：“听说我向纪律委员会起诉了2名魔法师。”我回应：“这消息他知道的太晚，昨天就该听说了。”他说：“那些新手是魔法塔的新生，充满梦想和希望，让我别打击他们积极性，别重蹈覆辙。这是给我的最后一条建议。”最后一条建议，尤利这是在向我宣告他的最终决定。他肯定是决定要结束和德库莱因长久以来的关系了。这其实是件好事，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不管她有多漂亮，这都不足以成为我结婚的理由。我上辈子都没结过婚，更何况她身边有太多因素可能导致我丧命，她本人也是其中之一。我甚至可能在婚礼上送命。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突然好奇地问她：“来参加拍卖会是不是为了见我？”尤利转过身大声表示：“我在开玩笑。”还补充说自己不是为见我而来。若我这么认为就错了。我点头回应。尤利狐疑地看了我一会儿，往后退了几步，但仍在附近徘徊。过了一会儿又回来，清晰地咕哝自己来这儿有自己的原因。我表示明白，让他不必重复。尤利撅起嘴离开。我觉得他一开始就误解了自己意思。他小声的嘟囔莫名可爱，正暗自微笑时，突然想到希望自己没沾染德库莱因对尤利的好感，毕竟看到他并未让自己心跳加速或头晕目眩。这时广播通知拍卖会即将开始。我站起身走进拍卖厅时，拍卖开始。我坐在777号。拍卖师发言，灯光暗下，人们交谈声平息。拍卖师开始介绍第一件物品：东方花瓶。我起初对花瓶并无特别想法，瞥了一眼后发现它散发微弱光芒，这是我富豪属性的本能反应。拍卖竞争激烈，价格不断攀升。我在价格到130万埃尔内时出价。1413号回击。我继续出价，价格持续上升，但花瓶光芒未变。最终我以250万埃尔内竞拍成功。我微微抬手回应嘉宾掌声，直到价格飙升，那道光都没有从花瓶上消失，这意味着它的价值更高。既然我钱足够，或许保留我需要的金额，把剩下的钱拿去投资是个好主意。拍卖进行中，我很快决定出价，最终以300万埃尔内竞拍成功鲁费林之戒。之后拍卖会继续，如桥之茧、古代符文项链、暗黑深渊地毯等物品也陆续被我拍下。尤利本从未想过参加拍卖会，他骨子里节俭，真是10年前的毕业礼物皮草大衣。但他看到德库莱因在拍卖会上大肆挥霍，拍卖会一开始就迅速拍下10件物品中的7件，其激进竞价方式主导全场。他对此难以置信，认为他的挥霍很可悲。他和德库莱因在各方面截然不同，理想相差甚远，彼此无法理解。这时拍卖师喊道：“现在是今天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品，一件许多人梦寐以求却难以得到的神话物品。它是在帝国传奇宝剑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矿石，蕴含自然魔力的冬日之焰血火石。它是世界上最珍贵的金属之一，通常用于锻造剑之类的韩系武器。正如其名，它是一种自相矛盾又稀有的材料，兼具寒冷与炽热2种特性。唯一比它等级更高的剑用材料是龙骨之类的传说物品。这就是为什么血火石实际上是在现实中能够获得的最佳材料。血火石一出现，1089号率先出价500万埃尔内。我看到1089号座位上是尤利，他头发光泽亮丽盘成发髻，身着白色类似盔甲的装束，眼中满是决心。尤利热情参与拍卖，毫无策略的出价。因物品珍贵，竞争激烈，价格迅速飙升到3000万埃尔内时，大多数出价者放弃。尤利感到乐观，但此时我出价3100万埃尔内。尤利瞪大眼寻找777号座位，看到我后，我转头与他对视。尽管我一如既往冷漠，尤利觉得明白了我的意图。接着尤利出价3200万埃尔内，我又出价3300万埃尔内，之后便是两人的较量。每次我加价，尤利就跟着加。当我出价3700万埃尔内时，尤利手开始颤抖，余额不多，但仍不想输。他出价3800万埃尔内，我立刻回击3900万埃尔内。尤利肩膀抽搐，房间嘈杂声停下，众人屏住呼吸看他。他喘口气后决定不放弃，再次出价4000万埃尔内。我闭眼思考，考虑到尤利对血火石的渴望，赢得血火石他可能会怨恨我，但我相信尤利为人，且自己也是在必得。尤利紧张得脑袋晃动，呼吸沉重，情绪表露无遗。就在大家以为血火石要卖给1089号时，我出价4200万埃尔内，最终血火石归我所有。我获胜后保持镇定，对嘉宾的掌声以庄重点头回应。拍卖继续，我和尤利都没再找到感兴趣的东西。我因判断后面物品定价过高，耐心优雅等待拍卖结束。看到尤利泛红颤抖的脑袋，
我莫名担忧。拍卖结束，尤利起身准备离开，我挡住他的去路，对他说恭喜，还问他是否也想要血火石。尤利没回应，我的话让他心中情绪翻涌，想起订婚那天的糟糕回忆。当时我说过，如果他想要，可以给他展示的所有东西，可他感受到的是羞辱。之后还传出恶意谣言，说作为结婚的条件，他通过我获得职位。这些话玷污了他的信仰，他觉得我愚蠢，无论如何都不会爱我。此时我说对不起，然后转身离开。尤利困惑又松了口气，朝大厅走去，因血火石被我拿走而叹气。他一直期待着血火石，他2年才出现，3年才再次拍卖。走出大厅，一辆车靠近，后座车门打开，尤利的姐姐约瑟芬叫他名字，微笑着让他上车。画面一转，司机告知我已到宅邸，我沉浸思绪未察觉。下车穿过花园走向主屋，发现仆人们在门口焦虑，看到我后急忙过来告知耶利尔小姐的情况。我没询问就上楼，打发走跟随的仆人。打开门，看到月光下客厅中央站着耶利尔的黑色身影。耶利尔先开口，声音干涩沙哑，说那笔钱是收购杰伦矿场的，指责我说会妥善保管，却并非如此。说着眼中涌出泪水。难怪，就算是个人账户，钱也太多了，我太大意了。我告诉耶利尔别担心，买的物品肯定盈利，会以购买价格2到3倍卖掉。可耶利尔听不进去，我听到东西撕裂声。耶利尔大声爆发后喘粗气，说我把他垃圾桶一样对待，认为我觉得他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收拾烂摊子。他大喊道，除此之外，家族的财务状况很紧张，我和仆人们都在拼命努力，才让家族不至于垮掉。你却一天就把钱花光了，还觉得自己赚了，你到底是多蠢的白痴，才会把家里的钱都拿去赌博。此时耶利尔身上爆发出红色能量，反派的命运正在显现，但那红色能量中还夹杂着金色光芒，富豪的力量也显现出来了。如果我不能缓解这种局面，他就会变成一个死亡变量，但如果我成功解决，他就会变成一大笔财富来源。我说别担心，耶利尔尖叫，说不是担不担心的问题，指责我总惹麻烦，还说他因为我从大学退学，从未谈过正常恋爱。我说他没必要这样。他又问我父母去世后为家做过什么，指责我四处闲逛挥霍钱财，一天花掉1亿5千万。我打断他，说会把家族族长位置让给他。耶利尔的怒骂声停下，似乎回味我的话，仍未完全理解，困惑地问我说什么。我再次表示会把家族族长位置让给他，作为善意表示。耶利尔带着可爱又困惑的语气发出疑问，随后耶利尔咬牙切齿地说那是胡扯。我让他注意言辞，他坚持认为我在撒谎。我轻声打断他，提出可以发个誓，并向他解释对于魔法师来说，誓言如同记住咒语，并铭刻在心里或脑海，违背誓言要么死亡，要么魔力尽失。耶利尔询问我是否认真，我给予肯定回答。他又觉得这说不通，询问我是不是在哪里撞到头了。我表示信不信由他。耶利尔回应说，如果你以后食言，你就死定了。我询问他是否现在就回去，他大声回应，有人在拍卖行挥霍了一大笔钱，所以我得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不过声音中的怒气已减弱，然后像不耐烦孩子一样跺脚下楼。我因克服死亡变量获得商店货币，感觉就像刚经历了一场暴风雨。幸运的是，事情顺利解决，没有出任何岔子。我关上门，准备用念力拿杯子和酒时，听到奇怪声音，虽惊讶但没表现出来。声音说只是路过便消失。接着加内莎带着香气从洒满月光的窗户出现，她红发凌乱，笑着说这里发生有意思的事。我皱眉表示不欢迎她。她询问我是否真要放弃家族族长位置，我平静回答觉得耶利尔更胜任。加内莎疑惑喃喃，指出耶利尔甚至不是我真正的妹妹。我短暂吃惊，她又说耶利尔没一点尤克莱因家族血脉。我意识到这是游戏剧情外的转折。加内莎提到是我让调查血缘关系，3个月前还派手下来告知。我默默听着，思考后为不让加内莎说出去，强迫自己说即便如此，耶利尔还是耶利尔，这是我的理由。加内莎轻呼，睁大眼睛，把刘海往后捋，手背上起鸡皮疙瘩，称没想到我会这样。加内莎表示会保守秘密，还握紧拳头咬嘴唇，模样可爱。加内莎接着告诉我，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事，我听说六蛇帮已经有所行动。六蛇帮他们是整个大陆最臭名昭著的犯罪组织的头目，他们每个人的脑袋都悬赏1000万。他们盯上了你在拍卖会上买的那些物品，拍卖行可能会负责送货，但一旦物品送到庄园，你就得留意他们了。毕竟你最近似乎太忽视你的魔法防御了，我都能这么轻易的进来，就是个例子。加内莎说了声保重，一阵风吹过，窗帘飘动，加内莎消失。我镇定姿态动摇，捋头发，想到耶利尔没有血缘关系，双手抱后颈看天花板，这是一个我本不需要知道的真相。知道这件事并没有改变什么，反正我一开始就不是德库莱因，耶利尔是不是我真正的妹妹都不会改变我对她的态度。耶利尔依旧是德库莱因的妹妹，所以
这个真相还是不说为好。与此同时，在首都附近草地上，加内莎回想着刚才场景，疑惑教授变化大，怀疑是否有人假扮。罗汉认为教授有了人性一面，加内莎感慨或许是坏男孩魅力，手下调侃他是颜控，接任务是因为教授帅。加内莎觉得不管怎样，我们不用再提防德库莱因了。我本来想问他是否还在寻找魔法奴隶，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我们回去吧，今天你们听到的事都要保密，大家都管好自己的嘴。罗汉招呼野猪和多兹木集合，4人变成蓝色粒子，被传送到别的地方。第二天，当我到达魔法塔时，我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茫然地盯着前方。我的1级系统商店已经开启，我终于能使用系统商店了，但我的货币不够，买不起我需要的东西。系统商店允许角色使用获得的商店货币来进行强化。随着游戏的推进，玩家和有名有姓的角色都可以通过这个商店来增强实力。然而，使用系统商店的机会非常有限，在游戏结束前，最多只能使用6次。这是因为商店每升1级只能使用1次，1级、3级、6级，而且每升1级所需的货币数量都会翻倍。此外，每个商店等级只能使用1次。我很清楚哪些强化选项是最佳选择。我要变得更强大，所需要的是魔力品质提升，没必要考虑其他的了。其他选项只对特定的角色构建有用，而这是唯一实际的选择。但魔力品质提升需要10个硬币，所以我只需要再收集4枚硬币就行了。就在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门随即打开。艾伦犹豫着走了进来。教授，是关于这个的，我刚从前面拿到，但我觉得您得小心点。这是今天《巫师日报》上的文章。我接过报纸，看到上面写着巫师杀手洛克哈克现身帝国首都郊外，请尽量避免外出。巫师杀手洛克哈克，他是玩家在游戏前期到中期遇到的最危险的角色，对魔法师玩家来说尤为致命。他现在就要开始出现了吗？当然，如果我只是个普通魔法师，他对我来说肯定很危险。但是以我现在的状态，不用担心他。相反，我应该期待和他相遇，因为这样我就能从他身上获得一些商店货币。别担心巫师杀手的事，我要去图书馆，你也先回去吧。刚走到艾伦身边，我面带微笑，询问他是否对被任命为助理教授感兴趣。艾伦困惑地歪着头，表示没有听清我的话。在他明白我的意图后，他结结巴巴地诉说着：“可是，教授，您说过我没有天赋。”我接着解释，称这一直都是一个考验，只有凭借他的勤奋，他才能通过我的测试，不容他再继续追问。我严厉地打断了他的疑惑，并递上一个手镯作为礼物。这只手镯虽不是什么特别的物件，却是我从附近的珠宝商处订购，刻上了尤克莱因家族的徽章，用以确保他能留下来。艾伦连连点头，并用力地鞠了3个躬以示回应。艾伦能力出众，整理文件、处理琐事都不在话下。手镯上刻着尤克莱因家族的徽章呢，他这么有用，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到目前为止，那些被德库莱因的恶劣脾气吓得发抖的人，最终都承受不住离开了。因为艾伦一个人干着好几个人的活，他随时都可能跑路。我拿出钱递给艾伦说道：“你今天早点回去吧，用这个去买晚餐。”艾伦捧着我给的钱说道：“教授，这太多了。”我没回应，直接推门向图书馆走去。我来图书馆的原因是为了完善露娜的论文。我在实验室找到的那篇论文是关于纯元素创造的，然而这篇论文在理论上有太多错误和漏洞，所以我得把它们补上。要是在这个过程中能找到一些关于操控魔法的不错的魔法书就好了。你为什么在行政人员专用的阅览室？新手魔法师西尔维亚。原来在10分钟前，西尔维亚来到了行政人员专用图书馆。图书馆管理员表示，这是行政人员专用图书馆，只对教授开放，让西尔维亚稍等，要打电话询问。管理员通过水晶球和教授沟通后，笑容满面地告诉西尔维亚，已经批准他进去。西尔维亚的爱好是研究文学和语言，他特意来到行政人员专用阅览室，想找些能满足这2个兴趣的资料。具体来说，是为了阅读一本用埃特尼尔语写成的小说。自从精灵消失后，埃特尼尔语小说的价值大幅提升，变得稀有且难以寻觅。正因如此，西尔维亚才进入了这个他通常无法进入的管理层专用阅览室。当然，他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德库莱因。德库莱因表示，据他所知，这是一间行政图书馆，许多文件属于机密，严格禁止教职人员以外的人进入，违规者会受严厉惩罚。西尔维亚说：“我进来是为了找一些特定的文学资料，雷林教授给我许可了。”德库莱因则说：“所以你是说，有个教授无视校规，而图书管理员也视而不见，那他们也应该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于是西尔维亚坦诚承认自己是在找一本特定的书，接着他手中的书飘了起来，飘到了德库莱因手中。德库莱因突然大声念出书中内容。当德库莱因念道：“我脱下了他的衣服”时，停下并合上书，还说没想到西尔维亚喜欢读情色言情小说。
西尔维亚困惑地瞪大眼，无声动唇摇头表示自己不喜欢言情小说。德库莱因说：“这次我就放过你，让他拿走书，这次不追究。但如果你下次再没有正当许可就来这里，我会采取纪律处分。如果你的目的不是炫耀你家族的影响力，那就派人来借书。”德库莱因没听他解释。西尔维亚站在那，首次体验到屈辱，脸涨红。他本是想通过埃特尼尔语小说了解精灵习俗，而非看言情小说。德库莱因还说，从书里学这些没帮助，都是不寻常故事。这让西尔维亚一时恍惚头晕。等再睁开眼，德库莱因已走。他看着书松口气，庆幸书没被拿走，心里暗骂混蛋，觉得德库莱因是想打压他，且肯定知道伊利亚德家族势力。画面一转，来到黑暗之山，把奇怪小说还给西尔维亚后，我和学院教授们前往山里，那是座真正的山。雷凌自豪说，他们这才第一次实地演练，却表现得相当镇定。人们可能会以为他们会害怕黑暗之山呢。不过夜幕降临后，他们就没办法继续这样练习了。即便如此，我还是为大家感到骄傲。黑暗之山距离大学校园不远，这座山对魔法塔有着重大意义。这片森林既是实践经验的训练场，也是充满各种魔法材料的宝库。正因如此，怪物和毒虫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魔法塔安排了值班教授巡逻，并设置了几道防护结界来保卫边界。雷凌接着说，还没决定本周值班教授，大家都轮过一遍该分配新的，此时需要首席教授意见。于是我主动说自己来。雷凌高兴称，不愧是德库莱因首席教授，是领导模范。我可不是在这里以身作则什么的，而是我知道这是因为一个支线任务。魔法塔的黑暗奖励是商店货币加1和额外成就奖励。我感觉山里面有东西吸引自己，认为这是支线任务触发原因。雷凌让我从当天负责到周日，下周他接手，我答应。同时想到内心脆弱的人难以承受这座山，夜晚的黑暗之山会变成恐怖游戏。埃弗琳因为口袋装满钱，埃弗琳一边吃冰淇淋一边大胆喊自己买单。平民出身的费里特由于问他是不是过头了，他称自己钱包鼓。朱莉说，我提交了社团创建计划，所以应该很快就会获批，这就算是我们提前的第一次聚会了。就在这时，一声尖叫划破夜空，埃弗琳和其他魔法师吓一跳，一开始以为幻听，又一声尖叫后，他们听到声音。作为精英魔法师的正义感促使费里特、隆多、朱莉和埃弗琳跳起来跑出去，确定声音从右边小巷传来，顺着尖叫跑进隐蔽角落，听到在这儿，求你了。埃弗琳回头发现周围只有光秃秃树木和草地，酒精带来的微醺感消失了，一阵寒意顺着他僵硬的脖子流了下来，尖叫声再次响起。在那一刻，埃弗琳的恐惧消退了，这不是正义感在作祟，而是一种他无法察觉的魔法影响。这时埃弗琳发现一个衣服破烂的女人向他伸出手，埃弗琳立刻试图扶住她。就在这时，砰！一道光芒刺穿女人肩膀，女人痛苦叫喊着。埃弗琳汇聚魔法到手镯，对准攻击方向，震惊看到德库莱因站在灌木丛阴影中，散发可怕致命气息。德库莱因叫了埃弗琳的名字，女人试图爬过来时，德库莱因射出暗器，刺穿女人脚踝。埃弗琳质问教授在做什么，德库莱因让他仔细看，说那不是人类，还说他喝醉了，让站着别动。吼！那个女人变成奇异生物，头发和衣服融化，长出脚，眼睛怪异闪光。我把埃弗琳提起扔下山，那个生物尖叫着，发出一股意在攻击我精神的波动，嗡嗡声在我耳边回响，但也仅此而已。我没有受到影响，并且向那个恶魔射出了5枚手里剑。我感到一阵兴奋，我渴望测试一下我已经磨练到完美的真爱之物，但德库莱因的本性正在沸腾。4枚手里剑分成2组，从两边包抄那个恶魔。他在2组手里剑之间看了看，咬着牙。那个恶魔试图一个后空翻躲避这4条轨迹，但剩下的那枚已经飞在空中的手里剑正直接瞄准他的心脏。那个恶魔怪异的扭曲着关节，改变身体形状以躲避手里剑。然而我的攻击毫不留情，那4枚绕到后面的手里剑现在又向恶魔冲了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恶魔越来越陷入绝境，最终必死无疑。因此他只剩下一个选择，直接攻击。那个恶魔伸出爪子，但在离我的皮肤只有1线之隔时停了下来，把埃弗琳扔下山的第6枚手里剑飞了回来，刺穿了他的额头，鲜血溅到了我的脸上。一种强烈的令人作呕的厌恶感在我心中涌起，那种轻蔑、鄙视、仇恨和杀意铺天盖地，我无法掩饰。此时提示：支线任务完成，魔法塔的黑暗，商店货币+1，额外成就，首次斩杀恶魔，商店货币+1，家族血脉尤克林，尤克林属性解锁。但我没有感到丝毫喜悦，这个恶魔的出现是一个信号，标志着一场没有真正玩家参与的游戏正式开始了。我站在那里，抬头望着天空，深沉黑暗的黎明没有星星，被云层遮住的月亮显得苍白无力。埃弗琳在鸟儿的啾啾声和阳光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大学医院，听到一个温暖柔和的声音：
说他终于醒了。埃弗林防备的询问：“那又怎样？”特尔菲特表示：“我是来询问在黑暗之山发生的事情的，但是看起来你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埃弗林承认中了迷惑魔法。特尔菲特告知，是德库莱因教授救了他，施魔法的是恶魔。黑暗之山已关闭，大教堂和魔法塔正在搜查。埃弗林用双手捂住了脸。德库莱因救了他这件事不只是个梦。特尔菲特询问埃弗林是否确定继续休息，告知他今天是星期三，现在是2点45分，他已昏迷36小时。埃弗林意识到自己要错过德库莱因教授的课了。听特尔菲特说教授可能不会轻易放过旷课行为后，埃弗林着急地从床上跳起，用10分钟爬到3楼，打开 A 教室门。教室现在变大了，每个学生都有一张长长的魔法桌，桌子上摆放着泥土、沙子、木片和水等元素。埃弗林，茱莉亚挥着手说：“这边。”埃弗林点了点头，然后朝茱莉亚走去。茱莉亚询问他的状况，埃弗林表示自己状态好极了。就在这时，德库莱因首席教授和一位身材矮小的魔法师走了进来。德库莱因介绍说：“上课前我要宣布一件事，这是艾伦，新任助教。”大家都很惊讶，尤其是埃弗林。通常情况下，一旦成为助理教授，就可以通过评估晋升为副教授，甚至是全职教授。埃弗林的父亲曾在德库莱因手下像奴隶一样工作，却一直没有得到晋升。尽管已经30岁了，他还没能晋升到索尔达等级以上。一想到那些日子，他就气得脖子发僵。他为什么要提拔一个普普通通的魔法师呢？德库莱因说道：“正如我上周所说，今天我们要上实践应用课，会布置5项任务，且成绩计入期末成绩，让大家认真对待。”艾伦助理教授在每张桌子放了时钟。德库莱因打响指展示任务，包括鬼火、吞噬之烟、升起的金属等，指示大家有3个小时时间开完成任务。魔法师们立刻开始调动他们的魔力。同样，埃弗林迅速把手放在桌子上的元素上。第一个任务是鬼火。就在这时，魔法回路中断了，咒语失败了。更糟糕的是，他似乎记不起这个咒语了。他低下头，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不管怎么努力，那种不安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埃弗林疯狂地试图重新构建他的咒语，但他发现很难集中精力。见习魔法师西尔维亚已完成所有任务，用时25分15秒。艾伦宣布道。然后他叫来了德库莱因。德库莱因走到西尔维亚的桌子前，检查他的成果。虽然感到一丝紧张，但由于之前的那件丑闻，西尔维亚还是尴尬的脸红了。西尔维亚已经做好了接受任何批评的准备，如果他无法承受，他就不会选这门课。完美，你可以走了，德库莱因说道。这意外的夸奖让西尔维亚瞪大了眼睛，感觉到远处埃弗林的目光。西尔维亚故意转向他，埃弗林赶紧低下头，双手颤抖着。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当埃弗林像一只受惊的企鹅一样畏缩颤抖时，西尔维亚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感受，那是一种胜利的喜悦。看着这个蠢货崩溃，让他感到无比满足。讲堂里的魔法师人数逐渐减少，从150人减少到100人、50人，最后只剩下25人。与此同时，埃弗林只完成了一项任务，他远远落后了，脑子也已经一片空白。他觉得自己好像在做噩梦。不幸的是，意识到这一刻不只是一场梦，让他感到更加绝望。教室里只剩下埃弗林一个人了，他不想放弃，但还没等他有机会继续，一切就已经结束了。他的手臂无力地垂了下来，哐当，他的脸撞到了桌子上，把血迹和泥土抹得到处都是。他甚至都无法思考了，只感到内心空虚和麻木。5小时47分，德库莱因说道。在黑暗中，他蓝色的眼睛是唯一的光亮，映出了他那可怜虚弱的样子。埃弗林，露娜。他的声音依然冰冷，但与前一晚不同的是，现在他有一种清晰的近乎温暖的音调。时钟无情的滴答声停了下来。你打算让我等多久？对不起，埃弗林用吃力的声音挤出这句话。他的精神已经崩溃，恐惧将他吞噬，让他无力反击。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失败。真可悲，德库莱因说道。沉着冷静是魔法师的基本特质。德库莱因继续说道，他的话语像利刃一样刺痛着他。如果你连这么简单的任务都无法保持冷静，无论面对嘲讽还是强敌，魔法师必须时刻保持冷静。以你现在的心态，永远达不到我的高度。你让我失望了，埃弗林。德库莱因边说边把时钟放在讲台上，整理了一下袖口，这是他习惯性的动作，意味着他的训话结束了。他转过身，打开了教室的门。我真的以为你是块宝石。德库莱因留下最后这句话便离开了，但他的声音仍在回荡。埃弗林静静地站着，回味着他的话，弥漫在他心中的那种无助感已经渐渐消散。他走到德库莱因刚才站过的讲台上，看着他留下的手表，时间仍在滴答流逝。埃弗林看着手表，咬紧了牙关。我能做到，埃弗林继续说道，卷起袖子，集中魔力。他再次开始操控元素。我能做到。你的失望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他用尽全力引出魔力，将自己汹涌的情绪当作燃料燃烧。鼻血从他的鼻子里流了出来，
很快血滴变成了一朵绽放的金属玫瑰。这样应该足够了。我在埃弗琳身上花了6个多小时，但这是必要的投资。埃弗琳的成长对未来至关重要。我发现主线任务很快就要开始了。从黑暗之山中出现的恶魔将会引发这一切。在这个黑暗肆意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在主线任务中对抗黑暗。而完全成长起来的埃弗琳将是其中之一。此刻，他的精神状态和作为魔法师的能力还有所欠缺。然而，如果他能克服这些，将会实现惊人的成长。这种成长或许会对我构成威胁，但我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命运只是那些不愿努力之人的信仰。我唯一信奉的只有我自己。德库莱因的性格不会允许被一个见习魔法师超越。这时，出乎意料的一个任务奖励弹了出来。支线任务完成，你的道路。商店货币+1。教室门打开了，埃弗琳冲了出来。他没有注意到躲在墙后的我，像企鹅一样摇摇晃晃地走下楼梯，可能是身体疲惫不堪。我看着他消失后，才走进教室。讲堂不再笼罩在黑暗中，在埃弗琳的桌子上，他的魔法咒语闪耀着光芒，以魔法形态保存着。鬼火像幽灵般的火焰一样漂浮着，吞噬之烟像雷云一样闪烁着蓝色光芒。升起的金属则变成了一朵玫瑰的形状。我瞥了一眼桌子上的时钟，6个小时25分钟。他仅仅用了28分钟就取得了这样的成果，嫉妒涌上心头，还伴随着不必要的恼怒。我心想，如果早知道会是这样，我当时就该更严厉些。我拿出记录单，开始写起来。埃弗琳，见习魔法师，用时6小时25分钟05秒。尽管他重复了非学院学生一贯的弱点，但成果的质量却是顶尖的。分数0，原因超过时间限制6小时25分钟。拆除了桌子上保存的魔法咒语后，我走向魔法塔的停车场。夜已深，空气有些寒冷，像往常一样，我正要钻进车里回家。在广阔停车场的魔法路灯下，我注意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那是一个穿着足够2个成年男人穿的外套的男人。他看起来就像披着一只白虎，宽阔的肩膀和健壮的体格很符合一个战士的形象。然而，他英俊的脸庞与他庞大的身躯似乎有些不搭。我认出了他，泽特·冯·布鲁冈·弗莱登。正如他的姓氏所示，他是尤利的哥哥，比尤利大12岁，也是弗莱登家族的现任族长。是他推动了德库莱因和尤利的婚事。泽特以其强大的战斗实力而闻名，是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在游戏前期，他的战斗力排名第3。这样的人来找我是因为尤利的血火石吗？这种情况也是死亡变量之一吗？我现在根本无法对抗这个怪物。心里想着这些，我朝泽特走去。见到你真高兴。我听说你和尤利关系不太好，很担心。泽特继续说道，突然露出了温暖的笑容。确实，尽管感到惊讶，我还是平静地点了点头。泽特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道，我们会确保婚礼在今年内准备好。这周我会安排一顿晚餐。还好，他目前态度还算友好。我回答道，好啊。泽特笑着说道，你总是这么爽快，我一直喜欢你这点。我选了一家合你口味的餐厅，到时候就来，我来主办，我会负责安排好一切。那到时候见。德库莱因教授，他根本没给我拒绝的机会。不，或许拒绝根本就不在选项里。泽特把家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要是我打乱他的计划，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看来我没法取消了。第二天一大早，在弗莱登府邸爆发了一场争吵。我拒绝。尤利坚定地说道。你为什么这么坚决地拒绝呢？泽特问道。我们最近吵了一架，而且我忙着训练骑士，我没时间见他。泽特问。你就因为他拿走了雪花石而生气吗？我没有生气。尤利愤怒地反驳道。泽特觉得很奇怪，尤利竟然会为了和德库莱因吃一顿简单的晚餐而如此大动干戈，而尤利则对哥哥不理解自己感到很沮丧。尤利，想想他为什么买雪花石，那种金属只能用来制作武器，他很可能是为你才这么做的。如果他真打算给我做一把剑，等他把剑给我的那一刻，我就解除婚约。这是他纠结了数百次却从未说出口的一个词，解除婚约。气氛变得沉重起来。泽特默默地低头看着尤利，他光脚就有6英尺7英寸高，强大的气场以及家族的威严让他感到压抑，即使是一向骄傲的尤利也不得不垂下目光。我之前就说过，解除婚约是愚蠢的行为。即使德库莱因最近表现欠佳，尤克林家族仍然是我们强大的盟友，而且据我所知，没有哪个男人像德库莱因那样爱你。还是说你心里有别人了？尤利回答道。没有那样的人。那你为什么还犹豫呢？是你自己说的，在家族安排的婚姻中，感情是无关紧要的。是德库莱因表现不好让你烦恼吗？魔法师出现暂时的低谷是很常见的，不是因为他的表现。尤利是一名骑士，生来就是骑士，也会以骑士的身份死去，他会坚守这个信念。这周我会安排一顿晚餐，德库莱因会来，到时候你们可以和好。泽特说完就离开了。尤利呆呆地站在那里，很快便握紧了庭院里的剑，剑中蕴含的魔法冷冷地升腾起来，形成水晶包裹住了剑身。他挥剑之时，
一道星月形的剑气射出，将周围的区域冻结。在冰面破碎之前，他继续着完美的挥砍，优雅的剑术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图案，咔嚓就伤复发了。但他并不在意，尤利的愤怒总是通过他的剑表现出来。他的骑士维伦远远地看着自己的领主，咬着嘴唇，直到嘴唇渗出血来。维伦走上前说道：“大人，您的剑术很厉害。”维伦是西德卡因骑士团成员，尤利的下属。很抱歉让您看到我这么狼狈的一面。尤利微微低下头，脸上露出一丝难堪和无奈，语气有些低落。不，我理解，主人，他是个坏人，根本不配和您交往。家主还强迫您和他结婚。维伦满脸愤怒和心疼，握紧拳头，语气中充满了对他的不满和对尤利的怜惜。住口！在背后说人坏话，这可不是骑士该做的。尤利微微皱眉，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严厉，声音提高了些许，试图制止维伦的不当言论。别为了我弄脏自己。我没事，我要回去了，准备一下。尤利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恢复了一贯的沉稳和冷静，语气坚定：“是大人。”维伦微微低下头，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命令，语气中带着一丝恭敬：“大人，我经过深思熟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能证明我作为您下属的忠诚，一件只有我能做到的事。我会让您信服。大人，北方大陆超越任何帝国或王国的边界，坐落着贝赫特山脉。贝赫特是大陆上所有魔法学院的中央权威机构，汇聚并巩固了这些学院的集体智慧和决策。在贝赫特的山巅，一座深埋黑暗之中的长老殿堂里，一场会议正在进行。因为黑暗之山出现了一只恶魔，一名长老开口说道：“魔法最初是被创造出来，用于消灭恶魔的。因此，贝赫特虽然通常不会插手凡间事务，但在涉及恶魔的问题上却会破例。既然邪恶已经出现，我们不能置身事外，给12大魔法家族送信，指示他们按照贝尔特的意志集结。大约10天后，我在卢腾拍卖会上拍得的物品开始陆续送达。我可以带上有助于魔力恢复的戒指，还有能储存魔力的古代符文项链。其余的物品，按照加内莎的建议，可以存放在金库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被抢劫了。不过有一个问题，最重要的物品对我的指令没有反应。这块价值高达4000万埃尔内的石头，无论我倾注多少念动力，它都纹丝不动。这既不是因为它未经提炼，体积太大，也不是因为我的魔法不够强大，只是这金属内部的魔力在抗拒我的魔法。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它无法被提炼、熔炼或锻造，我也无法控制它。我盯着它，陷入沉思。这时图书馆里，一本书中的一句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一把名剑必须被驯服，一名骑士通过挥舞剑来驯服它。这个过程被称为共鸣。共鸣，作为一名魔法师，我从未学过剑术。然而，如果驯服意味着真正理解剑的本质，那么也许我将我的领悟属性集中在血火石上，把手放在上面，以便更好的接触。这种感觉既冷又暖，这是一种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组合，挠得我的手掌痒痒的。一阵如电击般的剧痛猛地刺进我的双眼，放在血火石上的手感觉像是被灼伤了。我捂着一只眼睛盯着血火石，它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但我能感觉到有些不同了。运用我的敏锐视力，这种变化就更明显了。领悟 0.1%， 魔力3357分之1357加300，仅仅达到 0.1% 的领悟就消耗了2000点魔力。完全领悟这块金属至少需要1年时间。看来我又有新的日常任务了。我苦笑着把血火石放进了保险箱。那我应该准备去吃晚餐了。今天我和泽特安排了晚宴，而且从现在起4天后将会有一场已经安排好的活动。梅索尔餐厅是帝国最负盛名的餐厅之一。泽特看到尤利的样子时，眼睛睁得大大的。泽特对尤利说道：“你像这样打扮起来的时候，看起来光彩照人啊。”一直热衷于穿盔甲的他，10多年来第一次穿上了裙子。他总是穿着盔甲，所以我之前没注意到，但他打扮起来的时候真的很美。这就是德库莱因会爱上他的原因。当然啦，我可是花了很大心思给他打扮的呢。这时一个声音传来，我被尤利分散了注意力，所以我没有注意到。真没想到我竟然会在这里遇见他。他在参加尤利的议婚事宜时表现的就好像自己只是尤利的姐姐而已，但实际上他远不止如此。他是德库莱因最应该提防的人之一，一个会不择手段去达成自己目标的反社会者，一个名为暗影的地下情报组织的首领，而且他是最强角色之一，实力可与泽特相媲美。约瑟芬唯一真正在乎的人就是尤利，因此招惹尤利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不知道为什么约瑟芬到现在还没有杀掉德库莱因，但我感觉到了，当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约瑟芬身上散发出了强烈的杀意，他触发了恶人的命运。我能感觉到约瑟芬的杀意，这一事实意味着这次的死亡变量极其危险。为了能活着摆脱这种局面，我得向他证明德库莱因对尤利怀有真挚的感情。我会在食物上桌前切入重点。德库莱因教授，你希望婚礼在什么时候举行呢？
你们已经订婚，差不多3年了。泽特问道。是啊，请告诉我们，我们会听从德库莱因教授的意见。约瑟芬补充道。我打算把婚礼的决定完全交给尤利。我回应道。如果他对这桩婚姻没有信心，那么我甚至做好了解除婚约的准备。你怎么能如此轻率地谈论解除婚约呢？泽特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道。家族长辈们绝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事就同意解除婚约。你越是想结束，我们就越想把你留下。泽特语气坚定，毫不退让。泽特大人，主菜牛排上桌时，尤利说道。请让我们单独在这个房间里待会儿，我求您了。泽特察觉到他的认真，便说道。好吧，那就这样，我们走吧，约瑟芬。他们两人站起身离开了。约瑟芬装作离开，但随后又从门口探进头来。好好聊哦。约瑟芬说完，终于离开了，或者说装作离开了。我很了解他，料到他肯定会想办法偷听。不过幸运的是，他不知道我已经看穿了他的本性。你这次想干什么？尤利率先嘀咕道。他咬着牙，撅着嘴。我被监视了，在那扇门后。约瑟芬正在偷听我们的谈话。他笑着离开了，但我敢肯定，他事先就设好了偷听的手段。他可不是那种会轻易放心离开的人。不过，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约瑟芬不知道，我已经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如果我能让他相信德库莱因真的爱尤利，我或许就能避开这个死亡危机。看来你不能随心所欲地解除婚约。更确切地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俩都不能随心所欲。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无法回头了。我若无其事地切着牛排说道。你一开始为什么不拒绝呢？尤利颤抖了一下，然后愤怒地瞪着我。你是打算再次用你那些不正当的手段来折磨我吗？甚至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你就利用自己的人脉，努力促成了这桩婚约。你用财富诱惑我家族的长辈，你还会这么做吗？在正式订婚之前，德库莱因利用家族关系强行促成婚约，向弗雷登家族承诺各种好处，说服家臣和长辈们，还不断给尤利施压。他以战场危险为由，不让尤利上战场，出于嫉妒，还赶走了他的骑士同伴，利用家族影响力恐吓他的上级，将他孤立在帝国骑士团内。最终，尤利退出了帝国骑士团，他的职业生涯受到了损害。德库莱因厚颜无耻的承诺给他尤克莱恩家族哈代卡因骑士团的大骑士职位，他拒绝后，他就在社交圈子里散布关于他的恶意谣言。即便尤利凭借自身努力重新崛起，他还是想方设法阻止他加入其他骑士团，处处阻挠他。他骚扰他，让他哭泣，激怒他，直到他向约瑟芬求助。他继续折磨他，错把痴迷当成爱，想通过毁掉他身边的人，让他只能依赖自己。我深知这一切，所以我理解尤利的仇恨。他厌恶的是德库莱因，而不是我。我说道。我不会再做那样的事了。尤利大喊道。我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我知道我一直以来都在无理的束缚着你。我接着说道。尤利惊讶地问道。什么？我继续说道。我承认我的行为是错的，然而自私的不止我一个，你的哥哥和姐姐也是如此。你说什么？尤利说道。他那充满攻击性的动作终于停了下来。尤利咬紧牙关。不，如果他们不那么固执，为什么要阻止我们解除婚约呢？我很清楚目前的状况，我可能比尤利更了解弗雷登家族，因为他总是为了家族牺牲自己。但是尤利，你难道不想成为守护骑士吗？他瞪大了眼睛，满是震惊、诧异和难以置信。这是他从未说出口的梦想，是他一直深藏心底的愿望。尤利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接着说。要成为守护骑士，你需要得到家族的认可，但他们很可能会阻拦你。要成为守护骑士，你就得离开家族。你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才一直保守这个秘密。我解释道。尤利沉默了。守护骑士是骑士的巅峰，是骑士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被誉为帝国第一件事。然而，守护骑士没有家族，他们可以结婚，但不能隶属于任何家族。我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坦白道。我缺乏忠诚，信念也不坚定。尤利带着惊讶和好奇的神情看着我，他圆圆的眼睛和脸颊让他看起来很可爱。请你直接说重点。尤利突然吼道。好吧，我们可以这样做。我微笑着说道，仿佛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们维持婚约，但不结婚。虽然我真心希望能还你自由，但各种利益关系不允许，所以在你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前，就用我的名字作为挡箭牌吧。我提议道。如果你和我在一起，而且看起来我们关系很好，他们就不会阻拦你了。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为什么现在说这些？尤利终于认真地问道。我没打什么主意，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发誓。我回答道。不过，如果非要我提一个要求，那我只希望每个月能看到你笑一次，仅此而已。接着是一阵沉默。尤利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眨着眼睛看着我，呆呆地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天真地问道。什么？笑一笑。他甚至不是在寻求进一步的解释，从他微张的嘴唇间吐出的这几个断断续续的字，最后还带着一个可爱的尾音，实在是太可爱了。我不过是说了些好听的话，
为了避开死亡危机，我并不介意。不自觉地叹了口气，尤利明显对我的叹息有了反应，他低下头的身子颤抖了一下，透过白色的头发可以看到他的头顶红得像个西红柿。你在笑什么？我不会上当的。尤利皱着眉头，小声嘟囔着，信不信由你，我会说到做到。我回答道，就算你这么说，我也不会上当。在那之后，唯一的声音就是餐具碰撞的声音。还有一件事除外，反派命运，成功克服死亡威胁，获得奖励，商店货币+2。终于，我的商店货币超过了10枚。画面一转，来到3天后。3天过得很快，今天是那个既定的忌日，目的是个很特别的地方，仅仅是那里的氛围就能唤起强烈的情感，就像温暖的夕阳余晖，笼罩着墓碑的每一个角落。我的心在身体之前就已经来到了这里，融入了这片土地。这里承载着我的回忆，不是德库莱因的回忆，而是金宇镇的回忆。我在墓地里走着，寻找着某个人，德库莱因已故的未婚妻，站在那座墓碑前，墓碑的表面还带着午后雨水留下的湿润。我盯着刻在那座小巧朴素的墓碑上的名字，看了很久，我无法移开视线，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这块墓碑上的名字：尤阿拉·冯·维吉斯·麦宁希特，永远感激你的人。为什么你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块墓碑上？德库莱因是以金宇镇为原型塑造的，那刘雅拉为什么把他自己的名字给德库莱因已故的未婚妻？最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感谢我，还让我别忘记你？只是几个字母，却让我心中涌起一阵情绪。我仿佛能听到刘雅拉在我耳边低语，往昔的回忆如潮水般不断涌来。我记得她称赞我画作时羞涩的笑容，在寒冷冬夜为我脱下外套，抱着我说爱我，在我最低谷时鼓励我振作起来。我记得7年来她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关于她的这些回忆，即使到现在，一想到你，我的心就狂跳不已，仿佛你就像迟来的雪一样覆盖了我的心，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堆积了多年的雪。祭拜完毕，我转身准备离开，但一步都没走成。一个之前不在那儿的蒙着兜帽的人此刻挡住了那条通向墓地外的狭窄林间小道。那张脸好眼熟，是叫洛哈克对吧？洛哈克回应道，你知道我是谁？真没想到一个自负又傲慢的魔法师居然敢跟我说话。德库莱因知道，一个普通的魔法师根本不是洛哈克的对手。他独特的属性，魔法无效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极具破坏力，就像在其他游戏里一样，无效化能力基本上是无解的。洛哈克的特质甚至还有特殊条件，他甚至不需要身体接触，如果你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魔法就根本无法生效。洛哈克握着一把匕首，一把珍稀品质的不祥武器。你不能对我使用魔法。洛哈克冷笑道，不用魔法我也能对付你。德库莱因语气冷淡地说道。洛哈克的太阳穴抽搐了一下，他撇了撇嘴，露出冷笑，然后握着匕首低低地举在身后，冲了过来。德库莱因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邀请洛哈克靠近，没有任何防御或准备的迹象。洛哈克自信占据上风，挥舞着匕首向德库莱因刺去。令他震惊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往后推，他在地上翻滚起来。洛哈克再次冲了上去，迅速缩短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当洛哈克俯身时，德库莱因向前挥出了拳头。这一次，洛哈克清楚地看到，那不是钝器，而是一只拳头。洛哈克被打倒在地，怒吼道：“你这个混蛋！”我能轻松打败洛哈克的原因是几天前，我终于攒够10枚金币，购买了魔力品质提升。这不仅提高了我操控魔力的效率，现在同样数量的魔力所产生的力量远比以前强大得多。看来它产生的效果比我预期的更为广泛。直截了当地说，就好像我的整个存在都升级了，但随着我的特质本身得到了强化。这场战斗比我预期的要轻松得多，我仅凭钢铁之躯就已经完全有能力打败洛哈克了。德库莱目光紧盯着洛哈克，问道：“还有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杀魔法师？”洛哈克怒火中烧，大声吼道：“魔法师都被诅咒了，可恶的卑鄙之徒！你们这些背叛神明的叛徒！那座浮空岛贝赫特还有魔法塔，里面全都是疯子，没有魔法就什么都做不了的寄生虫们。”德库莱因考虑过杀了洛哈克，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洛哈克的杀意已经消失，很容易就能克服恶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洛哈克的话让德库莱因明白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我懂了，你是绯红之子的一员。绯红之子一族因出生时被血红色胎膜包裹而得名，是魔法师的天敌。他们是一出生就被认为拥有恶魔血脉的种族。他们在这片大陆上四处躲藏，并且与魔法师为敌。魔法是为了消灭恶魔而创造的。魔法师与绯红之子之间的冲突是这个世界的核心元素，也是游戏故事的主要分支之一。因此，绯红之子仅仅因为他们的种族，就时刻面临生命威胁。甚至此刻，某个地方可能正进行着一场清洗。洛哈克，我理解你，我同情你所遭受的压迫。然而，如果你杀害无辜的魔法师，你就会变成你所鄙视的那种怪物。住口！你懂什么？省省力气，
杀了我吧！洛哈克吐了口唾沫，声音中透着认命的意味。然而，德库莱因摇了摇头，回答道：“我懂，是因为绯红之子，并没有犯下任何罪孽。像你这样的魔法师能懂什么？”洛哈克说道。当他意识到自己处境的绝望时，愤怒变成了绝望。我是尤克林家族的德库莱因。德库莱因说道。你是想在杀我之前炫耀一番吗？洛哈克喊道。洛哈克，德库莱因继续说道，声音冷得像一阵寒风。和你交手，我有没有失去尊严？面对你的挑衅，我有没有动摇过？尤克林家族自古以来就猎杀恶魔，他们一见到恶魔，血液就会沸腾，这就像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本能。说完这些话后，我抬起脚，一下踢在他的头上。洛哈克被我踢的直接晕了过去。这时，一群警察转了过来，从姗姗来迟的那群警察中，一位身着华丽制服的高级警官向我走来，然后敬了个礼。你刚才那一脚太厉害了，您果然是德库莱因首席教授。这个杀人犯，我再踩他几脚怎么样？我回答道。不用，别管他了，他一晕过去，他的特质就失效了。我用念动力从地上提起泥土，点燃它，将两种元素混合，松软的泥土迅速变硬，呈现出金属的特性，并延伸成细丝。警察们惊讶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我把细丝递给罗法，然后说道：你们的魔法束缚装置对他不起作用，他能使魔法无效，用这根钢丝绑住他。真的吗？怪不得他老是从监狱里逃出来，还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魔法科技雷达上。督察滔滔不绝地问道。我没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道：那我先走了，祝你好运。第二天，贝赫特召集了一场会议，这是15年来的首次。第二天一大早，尤克林庄园德库莱因的训练室，拿着这个，贝赫特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15年来的第一次，耶利尔说道。我对耶利尔说：你大老远跑来，就为了送这张羊皮纸。我又把羊皮纸拿过来读了读，上面没写太多内容，只是通知尤克林家族被召集，还有一个附言，让我自己注意安全。这时，系统立刻做出了反应。主线任务：贝赫特的召集。会议在1周后。我可以带2名同伴，包括1名保镖。耶利尔问道：你需要保镖吗？要我问问杰夫吗？他以前是海军，还记得吧？我回答道：不用，尤其不要像杰夫那样的人，他现在开车比拿武器还顺手。耶利尔说道。你这话真伤人。不带保镖去也不合适。我对这事有点了解，去贝赫特的旅程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满不在乎地回答道。你在担心我？耶利尔耸了耸肩，语气有些不满。什么？别大声说出来，只是你在正式任命我为家主之前可不能死。不管怎样，保镖的事交给我，我会向一个可靠的地方发出请求。画面一转来到弗雷海姆骑士团基地，其总部一片繁忙景象。尤利正在查看骑士们训练。尤利边看边说：很好，继续保持。洛克菲尔在远处看着尤利，口中喃喃自语道：我该怎么办？这时一个声音突然传来：你什么意思？把洛克菲尔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维伦，口里抱怨道：啊，维伦，露些迹象出来，让我知道你在这儿呀。我们接到了一个委托，是个大单子，但有些不对劲，所以我在犹豫要不要接。维伦说道。副团长，你别一个人发愁，跟团长商量一下。洛克菲尔面露难色说道。跟团长说有点难，这个委托是保护德库莱因，严格来说是保护整列火车，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他们知道如果只是保护他，我们肯定不会接，所以就想了这个迂回的办法，接下这个委托。保护火车可不是谁都能做的，如果我们能完成，骑士团的声望会大幅提升，作为私人团体，这对我们的财务状况也有帮助。然而，德库莱因和我们团长，洛克菲尔说道，语气中明显透露出担忧。维伦说道，我们的团长可不是那种会让个人情感危及任务的人。洛克菲尔边走边说，那我得马上让团长知道这件事。维伦看着洛克菲尔远去的身影，眼中透露出阵阵寒意。贝赫特位于大陆北部，海拔3500米的高海拔地区，被称为平议园的魔法师们居住在那里。贝赫特收集大陆上每一所魔法学院的意见，包括魔法塔，并且发布指令，就连魔法师们的浮空岛都必须遵循。他影响力巨大，堪称魔法世界的支柱。然而召集大会却很少见，每隔几十年才举行一次。因此，对于一名魔法师来说，参加贝赫特召集的大会是一种荣誉，这相当于被认可为著名魔法家族，如同获得了一枚勋章。即便如此，贝赫特也被称为魔法师的墓地。画面一转来到前往贝赫特的火车站月台，我和艾伦在周六下午2点出发。艾伦冻得边发抖边说，都4月了，还积着雪呢。教授，这里真的是北方啊。正在这时，突然听到一声，感谢你不辞辛劳来到这里。我转头看去，竟然是尤利。这时尤利又说，感谢您前来。从这个中转站起，弗雷海姆骑士团将负责整列火车的安保工作。尤利呆呆地看着我，继续说，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提供保护，所以你可以享受一段无忧无虑且舒适的旅程。
尤利边说边想到在餐厅我说过的话，我只是希望每个月能看到你笑一次。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要笑吗？真的要笑吗？说真的，如果我要笑，具体该怎么笑呢？要露出牙齿吗？还是只要抿嘴笑就行？为什么我要受这种折磨？这时一个声音说，我叫维伦，我被指派负责这次护送任务，这2位只是出于礼貌才来的，因为我们接到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副团长洛克菲尔插口道，这位在我们骑士团深受大家信赖，所以您不用担心。教授，他技艺娴熟，为了确保安全，我激活了反派命运能力。维伦没有显示出任何可疑的迹象，也许是我太疑神疑鬼了。维伦又接着说，通常魔法师会带一名护卫骑士，所以是每个隔间1人，我会负责教授所在的隔间。转眼几个小时后，我发现艾伦有些疲惫，我提议道，要是你累了就去睡一会儿吧。啊，好的，先生，我小睡一会儿。艾伦闭上了眼睛。他们说贝赫特大会也被称为魔法师的墓地，他之所以有这个别名，尽管他与贝赫特作为魔法世界支柱的形象大相径庭，但他能获得这个别称是有原因的。具体来说，这指的是每次召集大会时都会发生的意外事件，也就是所谓的火车伏击。在德库莱因诸多可能的死因当中，这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能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的活下来，你得具备一定的审时度势的能力，就是要从前往贝赫特的火车中挑选出最安全的那一趟。如果我想要更安全的路线，我本可以从我的黑道联系人那里购买关于火车伏击的信息，原来的德库莱因肯定会这么做，然而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我穿越后与黑道的所有联系都被切断了，所以在来这里之前，我采取了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比如我用领悟技能学习了传奇战士埃斯特朗的武术手册。不管怎样，艾伦睡得很熟，他之前肯定太兴奋了，所以一直没休息好。几天前，我问艾伦，你愿意作为我的助手，和我一起去贝赫特吗？当然，这是一次危险的旅程，如果你不愿意可以拒绝。艾伦说，教授，非常感谢您，像我这样的人能被邀请真是莫大的荣幸，不过这真的很意外，我没想到他真的会来。他知道这很危险，难道他比我想象的更有野心？现在只剩下贝赫特这一站了，到目前为止什么事都没发生。也许我选对火车了，我提前做了很多准备，但似乎都用不上了。在出发前，我对一位知名裁缝所制作的衣物使用了点石成金术，以此来增强他们的防护能力，就连散落在火车周围的木钢也都经过了加固处理。我给艾伦的那些衣服也都经过改良了。我希望这次旅程能继续平安无事地进行下去。一阵深沉不祥的轰鸣声在火车下方回荡，接着是火车底部传来的巨大冲击波，然后是一声爆炸。在德库莱因出发的几天前，另一列火车上，格利西昂对希尔维亚说，你从魔法塔接到很多任务了吗？火车上你都不舍得放下书。希尔维亚回答道，一方面是有这个情况，可另一方面我还错过了好几天的课程呢。格利西昂笑着说道，对于一个日后注定会成为大魔法师的人来说，你可真是所有人当中最勤奋努力的了。哈哈哈，希尔维亚说道，如果我不付出这么多努力，又怎么可能成为一名大魔法师呢？希尔维亚边说心中边想，说实话，我并不担心埃弗林，但是错过德库莱因的课真让人恼火。希尔维亚张嘴问道，爸爸，我们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发去参加贝赫特集会呢？我们本可以晚几天再走的呀。格利西昂反问道，你听说过前往贝赫特的旅途被称作魔法师的目的吗？希尔维亚回答道，我还以为那只是个民间故事呢。格利西昂慢慢说道，不是的，每次贝赫特发出召集令时，总会有一些魔法师丧命。15年前就有11人死亡，长久以来被贝赫特召集是家族声望的象征。如果能从20个家族中脱颖而出并参加大会，家族的名字将被铭刻在历史上。然而被召集却未能参会的家族会被永久从名单中除名，并且有一条重要规则，新的家族将填补这个空缺。你觉得搞垮那些有声望的家族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希尔维亚一惊说道，不会吧，通往贝赫特的这条路竟成了那些想要崭露头角的新晋显赫魔法师家族公然瞄准老牌家族，妄图取而代之，争夺其地位的途径。这就是我们如此匆忙的原因。我得到情报，有一伙人计划袭击晚些出发的火车，我要带着你一起，所以必须尽可能小心。不过如果我们被发现了，肯定会有麻烦。我应该给希尔维亚解释清楚，因为他也将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在12个传统家族中，一开始都不是传统家族，要是有一个家族受到惩罚，所有的魔法师家族都会遭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前往贝赫特途中的死亡就被视为是自然结果。就在这时，艾伦醒了过来，惊叫道，哇，教授，快看这个火车！整列火车都悬在空中。我松了一口气，初级念动力已记忆完毕，这有埃斯特朗武术的功劳，但出发前记住，初级念动力也帮我们活了下来。爆炸震碎了火车的车架，导致火车脱轨并从悬崖上翻滚下去，本应化为乌有，至少本应如此。
但火车却悬停在了半空中，其中3节车厢平静地漂浮着，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他们对这股力量的展示一时感到惊讶，但他们并没有低估德库莱因的魔法实力。毕竟他们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对付他，没必要杀了他，他们只需要阻止他参加贝赫特会议就行。在刺客的信号下，几十名刺客纵身跃向悬浮的火车，打破窗户，迅速潜入车内。火车每个角落精心安置的8枚珍贵的飞镖同时启动，仿佛他们触发了一个陷阱。针状的碎片向四面八方飞散，刺向要害部位。这些钢刺轻易地穿透了肉体，瞬间将他们的人数从几十人减少到了只有5人。然而剩下的5人是核心成员。艾伦看得大叫。德库莱因运用武术训练中的技巧，按压了艾伦脖子上的一个穴位。艾伦轻轻地叹了口气，又昏了过去，就像一个慢慢漏气的气球。德库莱因站了起来，对维伦说道：“维伦，是吧？带着孩子去安全的地方。如果其他车厢还有乘客，把他们疏散了。”维伦毫不费力的像拎轻东西一样拎起了艾伦，到了地上。然而德库莱因感觉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分了下心，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尖感受到了一种不寻常的柔软。他本以为会发现艾伦的一个秘密，但另一个秘密却让他措手不及。在我进一步处理那件事之前，我应该先把这儿的事情解决掉。既然是你们挑起的事端，那我相信你们都听过那些传言了吧？你们的死也算是自然死亡。德库莱因话音刚落，8枚手里剑直冲刺客，精准而有力的爆炸开来，威力堪比克莱默地雷。一个回合，刺客全被消灭。我喘着粗气坐在座位上，心里想到，这比我预想的更耗费精力，既要减小爆炸伤害，又要同时战斗，耗尽了我的魔力储备。现在我的魔力仅剩下10点了。这时维伦然后又跳回了火车上，他静静地站着，盯着德库莱因，然后开口说道：“我已经救下了所有其他乘客，没有必要担心。但现在轮到你去死了。”德库莱因怒视着维伦，他之前压抑的杀意涌了上来。他怀疑是自己太自满了，还是维伦太完美了。不管怎样，维伦竟然能够骗过德库莱因。经过属性强化的势力，这实在令人惊讶。维伦举起剑说道：“你能活下来，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然后把剑尖斜指向我，继续说道：“毕竟你们都得死于我的剑下。”德库莱因问道：“我有件事想问，这背后有人指使吗？是不是有人让你这么干的？是不是尤利？”住口！你要是敢再提我主人的名字，我绝不饶你。我的主人是一位正直的骑士，他做梦都不会做这种事，请不要用你那肮脏的想象玷污他的形象。为了我主人，你今天就得死在我手里。从他的反应来看，尤利似乎没参与此事。我现在只剩10点魔力了，在这种状态下，我有可能打败弗雷海姆骑士团中最出色的成员之一吗？听着，我现在可不是你的护卫了。维伦边喊边向前一跃，发起了攻击。德库莱因珍爱的飞镖及时挡住了他，但维伦迅速抽出剑，划出一道大弧线。德库莱因召回了他的飞镖，维伦抓住这个机会，再次猛烈的发起攻击。德库莱因睁着眼睛，他只是减弱了念动力，与其被那把剑击中掉下去或许更好。随着他的念动力减弱，火车又开始下坠，时间似乎加速流逝，脱轨的火车在重力的作用下坠落。与此同时，小姐，您要来点吗？这是贝赫特的特色永恒之血冰淇淋。西里欧一边走进他的房间，一边品尝着用贝赫特著名的永恒之血制成的冰淇淋，说道：“不了，谢谢，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吧。”西里欧，我现在都吃腻了，我之前已经吃了好多份了。希尔维亚问道。12个传统家族中有哪些已经到了？西里欧回答道：“除了尤克林家族和瑞文家族，其他家族都到了。那我先退下了，要是您有什么需要，就叫我。”希尔维亚回应：“好的。”等西里欧离出房间后，希尔维亚也离开了旅馆。他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在口袋里翻找了一番，掏出了一块蓝色的石头，那是一块魔力石，是通过德库莱因的测试后得到的奖励。这块魔力石充当了媒介，将周围的能量吸引过来，形成了一个特定的轮廓。起初这个轮廓几乎看不见，然后希尔维亚给这个空洞的形状注入了颜色，它的红色、蓝色和绿色魔法像五彩的烟雾一样扩散开来，赋予了一个完美的生物以生命。一只鹰，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创造一个有生命的生物。希尔维亚瞬间感到有些头晕，但他对自己的天赋印象深刻。希尔维亚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虽然他自己的视线被挡住了，但一幅新的景象慢慢的出现在他的眼前，鹰的视野传送到了他的脑海中。希尔维亚很满意，睁开眼睛说道：“飞吧，让我看看你看到了什么。”这只鹰点了点头，仿佛听懂了他的命令，沿着铁轨飞，让我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伴随着一声尖锐的鸣叫，这只鹰飞向了天空。希尔维亚看着它消失在纷飞的雪花中，目光久久地停留着。火车并没有完全从悬崖上掉下去，幸运的是，它被一个尖锐的边缘卡住了，只有贵宾车厢被卡住了，坠落的冲击力折断了我几根骨头，但也就仅此而已。多亏了我的钢铁之躯属性和西装额外的保护，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一股突然的杀意让我惊醒过来，看到一把利刃闪着寒光逼近，我本能的向旁边一滚，并召唤我的飞镖。飞镖向上急射，击中了维伦的肩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防护气场减弱了冲击力，比我预期的效果还好。你还挺有韧性的，维伦喃喃地说着，举起了剑。他挥剑时，剑刃的气场向我射来，我试图用念动力干扰他的剑，但他的技巧化解了我的努力。他又挥起了剑，我用念动力将木钢排列成一面盾牌，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简单的横向一挥剑，就击碎了盾牌，然后穿过四散的碎片，像幽灵一样冲了过来。和他讲道理是没用的，他根本不听我说话，他就是杀意的化身。维伦举起了剑，有那么一瞬间，时间似乎放慢了。看着四散的剑光，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如何活下去，如何不死，仅此而已。但随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维伦挥剑砍下时，他手腕周围的空间扭曲了，空气像炎热夏日里的海市蜃楼一样闪烁波动。维伦困惑地看着自己的手腕，咔嚓！突然，他的手腕扭曲了，鲜血飞溅，他的手被干净利落地切断，剑掉在了地上。维伦痛苦地瞪大了眼睛。我还没完全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向他不稳的脚踝扔出了飞镖，他失去了平衡，从火车上滑落，被风卷走了。终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平静，但他还没死，他的杀意仍然萦绕着。我捂着侧面站了起来，扶着一个座位支撑着自己。我向火车下面看去，风在我们周围呼啸着，他就在那里，用左手紧紧抓住，一把匕首插在火车底部，使他不至于掉下去。我心中涌起一股怒火，几乎难以抑制，但当我终于开口时，声音却很平静。我也不知道，但更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对我怀有如此强烈的敌意呢？非得有个理由吗？我只是记得你对我主人做过的坏事。维伦说道，声音中充满了愤怒。我打断了他，你是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尤利？甚至都不是尤利自己想要的事，这到底是怎么？维伦回应我的话说道，哈，这是一种你永远无法理解的感情。德库莱因，我还记得我的主人救我的那一天，我这个毫无价值的可怜虫注定要被马蹄踩死。我记得他的微笑，我记得那一天的一切。我握住他的手，站起来的那一刻，我死了，然后重生了。维伦说道。当他慢慢睁开眼睛微笑时，悬崖边的狂风在我们周围盘旋。他说道，我的生命完全属于他，我知道我的感情对我的主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仅仅是我的痴迷就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维伦说着，更紧地握住了匕首。但我现在必须杀了你，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威胁，毁了他。维伦肯定地继续说道，我不是德库莱因，所以情况不同了，我会改变德库莱因的未来，我毫不怀疑我能做到，相信我。我对维伦伸出手说道，我不会伤害尤利，如果你就这样死了，尤利会心碎的。我想给你一个机会。维伦没有说话，他只是伸出了右臂，好像在让我抓住他。我没有抓住他的手臂，相反，一股强烈的热流在我的胸口燃烧，就像在我脑海深处闷烧的余烬。哈，维伦，我咬着牙说道，即使我救了你，你还是打算杀了我，对不对？是的，我的决心不会动摇，我一定会杀了你。维伦诚实地承认。我抑制不住愤怒，喃喃地说道，你这个愚蠢无知的人。我用念动力把我珍爱的木钢飞镖拿到了手中，紧紧握住飞镖。我继续说道，是的，就像你说的，我会毁了尤利。我用尽手腕和手臂的力气扔出了飞镖，飞镖像箭一样飞了出去，刺穿了维伦的脖子。维伦静静地松开了握着匕首的手，随着他的杀意消失，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那只因有限的视野无法捕捉到所有细节。德库莱因杀了护卫骑士，骑士坠下了悬崖。准确地说，那名护卫骑士先是企图杀死德库莱因，然后德库莱因才进行了自卫。事实上，德库莱因曾试图救下那名骑士，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名骑士是自己导致了自己的死亡。西尔维亚通过鹰的眼睛目睹了这一切，他听到了他们对话的每一个字。借助鹰的视野，他看到德库莱因独自站在无尽悬崖的边缘，他没有掉下去，这简直是个奇迹。距离会议开始还不到半天时间，从那里出发，他能及时赶到贝赫特吗？与此同时，在特快列车轨道的站台上，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向一位高级官员敬礼。很荣幸见到您，副局长，公共安全部的副局长莉莉亚·普里米恩。听到了火车恐怖袭击事件的消息，以副局长的身份，他决定前往现场进行调查。发生了爆炸和袭击，对吗？是的，女士，大约2-3个小时前发生的，在去贝赫特的路上。这类事件相当常见。那名似乎是总经理的工作人员说道。普里米恩向下看了看悬崖，问道，有人员伤亡吗？目前还没有确认，但德库莱因教授和骑士维伦目前下落不明。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目击情况，可以去问那边的那个人。普里米恩顺着工作人员手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了几名旅客和艾伦。艾伦似乎在轨道上睡着了，一名男子则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德库莱因教授和维伦爵士救了我，但当我醒来时，整列火车已经坠落了，似乎刺客发动了第二次袭击。
普里米恩走近，指着那名男子脖子上挂着的相机问道：“我能看一下这个吗？”那名男子立刻冲洗了胶卷。普里米恩查看照片时，一时说不出话来。在照片中，火车悬浮在空中，施法者当然是德库莱因。普里米恩认出了这种魔法。德库莱因用念动力，毫不费力地举起了火车，还能镇定自若地看着书，仿佛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骑士维伦已死，维伦受某人指使，企图杀死德库莱因，但德库莱因活了下来。普里米恩正欣赏着照片时，突然收到了来自某个地方的信息，一道魔法信号刺痛了他的后背。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解读着这个信号。快看那边，有人来了！一名工作人员尖叫道。普里米恩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之前不在那儿的一个人，现在正站在轨道上。他立刻认出那是首席教授德库莱因。没人看到他是怎么爬上来的。他静静地站着，凝视着他刚刚爬上来的悬崖。要不是发生了那种奇怪的幸运现象，我连一个无名小卒般的普通骑士都对付不了。果没有那神秘的助力，我肯定会是坠下悬崖的那个人。没想到我如此无力。但话说回来，究竟是什么救了我？德库莱因教授，您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我是安全局的莉莉亚·普里米恩。关于这次事件，我有些问题想问您。普里米恩走近德库莱因说道。德库莱因把目光转向了普里米恩，问道：“现在几点了？”普里米恩回应道：“现在是3点30分，还剩6个小时。”他似乎在评估自己按时参加会议的可能性。没有了火车，以魔法师通常较差的身体状况，爬上悬崖至少需要1天时间。普里米恩这时说道：“教授，请允许我正式询问您，和您在一起的那个人。”德库莱因打断了他：“还有一件事，这是乘火车去贝赫特的唯一路线吗？”“不，还有另一条路线，要经过陆地和海洋，不过那条路线要长得多，而且在相反的方向。”普里米恩回答道。普里米恩和工作人员交谈时，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便转过身。德库莱因已经不见了，他是不是用了某种加速魔法？他的能力超出了我的想象，和报告中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用念动力阻止了火车脱轨，击退了几十名刺客，打败了维伦，毫发无损地爬上了悬崖，甚至还使用了高级魔法加速。他的魔力是无穷无尽的吗？普里米恩咂了咂嘴，心里想着，此刻是晚上9点半，贝赫特会议预定在晚上9点53分开始，那个时间被称为群星汇聚之时，也就是说离会议开始只剩下23分钟了。西尔维亚看了一眼唯一空着的座位，心想他还没到。在会议开始前，我衷心感谢所有响应召唤前来的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突然在会议室里回荡起来，那股强大的魔力和庄重的语气让西尔维亚的心跳加速。在圆桌的首位坐着德杰丹，他曾经是最有希望成为大魔法师的人选，后来退出了凡世，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西尔维亚看着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心里想着要达到那个水平，才是挑战大魔法师头衔的唯一途径吗？也许是有可能的。现在我们开始点名，德杰丹宣布道，他的声音像一面威严的鼓，在长老之门里回荡，传遍了他们的全身。伊利亚德家族的格里西昂，伊利亚德家族家主格里西昂荣幸地响应贝赫特的召唤。格里西昂自信地说道，西尔维亚为父亲的风采感到骄傲。德杰丹依次点名各个家族，每个家族都用反映其家族身份的独特口号进行回应。但当轮到尤克林家族时，长老之门里陷入了一阵不同寻常的沉默。尤克林家族的德库莱因，德杰丹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房间里一片寂静。德库莱因还没到吗？既然尤克林家族的德库莱因还没有到，如果在点名3次后他仍不回应，就将被视为无视此次召唤，并且将他从魔法家族中驱逐出去。点名声又响起，尤克林家族家主德库莱因。如果德库莱因在第3次点名时还不出现，尤克林家族将在200年里首次被排除在传统的12家族之外。西尔维亚环顾四周，有些人强忍着笑，有些人则公然大笑起来，而他的父亲则面无表情，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西尔维亚觉得德库莱因的人生过得很失败，他对他感到一丝怜悯。就在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点名即将结束的时候，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刮擦声。西尔维亚吓了一跳，朝门口望去，会议室的门微微敞开着，一阵雪吹了进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门口，看到了姗姗来迟的尤克林家族的德库莱因。首席教授德库莱因走了进来，身上落满了雪，他的西装有些地方撕破了，头发也凌乱不堪。他看起来就像一只从地狱归来的野兽，与他平时整洁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个狼狈却又令人印象深刻的出场，大家都默默地看着他。